嗯，喂，我们现在算开始了吗？这个我研究一下，来了，好像是开始了。换眼镜儿，我猜对了啊！开价25.999万，人家不是25.999万，人家25.599万啊。它是哎不是对，一个21，一个25，还一个是29.99。眼镜儿。现在好像保时捷的风评被小米害了。我看小红书上有人秀保时捷，底下都以为那是小米汽车，纷纷评价，感觉很廉价。你想，那个叫什么泰惨还叫什么？那是100万到200万的车，对吧？你这一下整成这个20万的车啊，21.599万到29.999万之间的车，那这个确实是感觉很奇怪。这次雷总读评论相当下本，好评居多，但是看着都不像是真人。哎呀，这个也有很多人给他刷差评的呀，对吧？比如说这次已经撞了一个了，对吧？还有人觉得不咋样，然后也有人觉得这个还去投诉了，说我这个下了定金以后退不了了，对吧？都有。这个只要是这个引起社会关注的事情，对吧？总会有人骂的。以前叫不遭人妒是庸才嘛，讲的这个。53个人啊，挺好。我看看是不是，为啥有时候播放 YouTube 是悬浮窗口，有时候不是？我这个东西我搞不清楚，你们不要来问我。你们每个人都问我说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儿，我自己也搞不明白。我是 Petrolhead，只要油站不限购，坚决不买纯电。啊，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小米汽车这个事情，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社会现象，一个很有趣的社会案例，其实是挺好的，对吧？我们不要说一定要去说我要去买一个还是怎么样，对吧？这个鸡蛋灌饼呀，这个晚上好。然后我们准备开始讲今天的内容。这个我看看时间到了吗？到了哈。哦，对，等我1分钟啊，我应该还要去，发个 Twitter 什么的，发个 Twitter，我们直播开始了。对，走你，然后在 Discord 群里头再喊一声，这咱们就算是正式开干。嘿，然后稿子。我看看啊，搬好板凳啊，好。我看这写的是什么？抖音那个大众的工程师小哥在生产线怼雷军的好搞笑。哎，我还没看到这个，回头我去研究一下啊，我去研究一下。好，今天晚上呢，咱们讲两个啊，争取把这两个讲完。但是因为上周五，因为我在日本直播，就本来也是准备了两个话题，只讲了一个，然后另外一个话题其实我到现在也没准备好。今天晚上两个话题啊，第一个是小米苏7，雷军算高考过关了没？对吧？咱们讲讲这个。第二个呢，其实我们要去讲一些日本见闻了。这个去日本转了一圈以后回来，肯定还是有一些想法啊。这个要讲的是日本到底是怎么错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而且现在看呢，我觉得大模型时代它还是赶不上。啊，这个事情呢，就是谈一下自己的感受吧，这是今天的2个话题。好啊，我们开始讲第一个话题。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今天讲第一个话题，不行，要重新打一次招呼，要把这个评论去掉，再打一次招呼。对，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今天第一个话题讲小米苏7，雷军高考过关了吗？3月28号，也就是昨天雷军开的发布会。实际上他这个事情开了2次发布会啊，第一次是在2023年的12月28号开的是什么呢？叫小米汽车技术发布会。而这一次开的呢，是叫做向前发布会，就真正要发布价格的发布会。所以大家看，雷军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从12月28、1月28、2月28、3个月，整整3个月的时间，对吧？让所有的人都在讨论小米汽车你到底卖多少钱，这是一个多么成功的策略，对吧？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一般人干不了的啊，或者说你一般人想干这个事儿都没有人理你，对吧？大家不会重视。但是雷军做了这个事情，真的是让全社会的人、整个产业链的人都跟着他一块讨论小米汽车你到底要卖多少钱，对吧？我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光在抖音上看到各种人喊雷子呀、军儿啊，你这个到底咋办啊，对吧？这个降价了，那个降价了，对，比亚迪79800、79800了，你到底怎么办呢？对吧？不停的在跟他讲这个事情，说苹果都不造车了，你要怎么办啊？对吧？不停的干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非常成功。啊，他的第一次发布会呢是12月28号啊，这个致敬了比亚迪、蔚来、小鹏、理想、华为和宁德时代，但是呢没有致敬吉利啊，也没有致敬极客，所以呢吉利跟极客就狠狠的给他上了一课。在昨天啊，我还跑去看了实车，因为我在YouTube 的这个社区里头也贴了我跟小米苏7的照片，对吧？因为他就把这个体验店开到我们家旁边了，那我总得去瞅一眼，总要去摸一把，对吧？当时那个车还不让打开门啊，叫静态展示，应该到今天就可以去开门看了啊。但是我今天在家准备这个提纲，并没有再去。然后呢，我也跟他约了礼拜天要去试开一下这个车，对吧？这个买不买没关系，咱们得试一下嘛，对吧？就跟以前很多小姑娘去商场里头，这个衣服啊、鞋啊买不买没事咱们都试一遍，对吧？这个也是一个道理，我要去试一下。啊，那么昨天晚上7点啊，雷军准时开始他的发布会。我呢，其实好久不看这种大的发布会直播了啊。昨天是老老实实的从7点一直看到整个发布会结束啊，1秒钟都没漏过啊。然后看了都讲了些什么东西，今天跟大家讲一下。那么这个发布会算是吸引了所有的目光，因为在3月28号开发布会之前，然后包括当天各种汽车圈的消息都是围绕小米的，对吧？说我要再调个价格，我要再怎么发布一什么东西，都在干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雷军是引起了足够的重视，而且他也很好的应对了这件事情。啊，昨天晚上雷军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了向前发布会。啊，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就在亦庄啊。因为为什么在那儿开呢？因为雷军的那个小米汽车的工厂的那个地方，对吧？所以他就跑到亦庄去开这个发布会。这是一个这个特殊层面上，这个证明这个发布会其实是非常火爆的啊。你说现场有多少人看啊？那肯定坐得满满当当的，这个雷军肯定是不会有任何缺席的位置。有多少人看直播，对吧？数据也是非常好。然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殊层面能够证明这个发布会特别火爆呢？啊，这个雷军在发布会上喊小爱同学，因为他要让这个车做什么事情嘛。然后小爱同学的服务器就挂了。啊，那你说为什么雷军喊小爱同学服务器就挂了呢？他认识雷军吗？不是啊，原因很简单，大家都在看直播，看完直播以后，比如说家里头你有小米电视、有小米音箱、有小米手机的，你一嗓子小爱同学下去，这些设备就全醒了。啊，醒完了以后都上服务器去请求说，哎，我现在收到呼唤了，赶快去给我干活去，对吧？然后那个服务器就挂掉了，对吧？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啊，或者说通过这个方式来证明这个发布会看的人很多，而且看这个发布会的人很多家里都是有小米设备的。啊，这个其实反而证明了说雷军的这个号召力有多强。
他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小米汽车卖给这些小米的粉丝，小米的这些忠实粉丝，对吧？他能把小爱同学的服务器喊崩了，那说明他的这个发布会看的人对了呀，对吧？就是他的粉丝在看这个发布会啊，这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地方啊。那么现场叫大佬云集，魏小李三个老大啊，理想的这个理想啊，未来的李斌，这个小鹏的何小鹏都在现场第一排就坐啊，给这个雷军鼓掌啊，给雷军助威，因为雷军在这个圈子里还算是一个大哥级的人物啊，那么这些人还是要来去站这个台的啊，这个其他的啊，包括这个长城汽车的董事长啊，魏建军，北汽集团董事长张建勇啊，都是跑来的。那么特别是北汽集团，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个资质是他的，对吧？在中国造电动车是要有资质的。前面是这个9号电动车的这个老大说我要去造一个电动车啊，然后不是9号，是小牛电动车的老大说我要去造个电动车，车也造出来了，然后也四处去摆了这个展示厅，然后都四处去准备卖了，拿不到资质，最后只能宣布破产，说这是电动车的公司破产了啊，不玩了，我接着去造我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去了，对吧？你没有资质是不允许的。那么小米造电动车的资质是北汽的资质，对吧？它用的是北汽的牌照。那么小米自己的这个车厂其实是没有资质的，它借的别人的资质。那么谁来了，咱们记住了啊。当然还有其他人啊，比如说顺丰的老大也在现场，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领导都在现场啊。那么谁没来，这个事儿一般要记着。就很多的时候说，哎，领导生病了，对吧？一帮人拎着东西去看，然后就问他说，哎，这么多人看，你记得住吗？哎，谁来了记不住，谁没来我惦记着呢，对吧？他就这样，谁没来呢？吉利没来啊，比亚迪没来，一汽、二汽、广汽这些这个传统车厂都没来，对吧？然后遥遥领先没来啊，但是我们致敬到了，因为雷军在里头也喊了两嗓子遥遥领先，对吧？就是华为自己是不会来的啊，这就是谁没来，因为在整个的小米造车的过程中，实际上反应最强烈的一个是吉利啊，一个是谁呢？就是遥遥领先啊，是相对反应比较强烈的。然后小米呢是在亦庄呢有一个生产线啊，就是自己做的完全的智能生产工厂啊，号称基本上是无人生产了，里头也是什么一体式压铸机什么这边全上了，年产30万辆车，当然是一期工程15辆，二期工程15辆，现在一期工程呢已经投产了，二期工程应该是把地平了啊，就正在准备干，估计如果顺利的话就是明年投产，当然这个还要看卖的怎么样，如果卖的好，他再抓紧干，如果卖的不好就慢慢弄。那么大家也就很痛苦，说30万辆车呀，这是吧？每年产30万辆车，那这30万辆车到底这块蛋糕从哪儿来呢？对吧？你指望中国人一年多买30万辆车，这个其实挺难的，对吧？这个日子都不好过，这个真的是我多吃一口，你少吃一口的事情。那么2023年，中国一共卖了多少辆车呢？啊，乘用车啊，咱不管特种车辆，乘用车2170万辆啊，这很大嘛。你说我这么多车，这个怎么挤吧挤吧30万辆车不就出来了吗？哎，但是这是乘用车啊，这是包括汽油车在内的。新能源车有多少呢？是775万辆，这个数就少很多了。啊，这个当然我们还出口了一部分啊，出口了383万辆车，号称去年出口超过日本，咱们是第一了，对吧？然后但是这个新能源车出口了多少？出口是104万辆车啊，就是大量的新能源车也在出口啊。但是这个里头占便宜在哪儿？就是这104万辆车的新能源车出口里边，特斯拉是34万辆啊，就是这个在上海工厂生产的特斯拉出口也算是这个中国新能源车其实出口了。然后排第二是比亚迪啊，24万辆啊。那么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30万辆车从哪儿切啊？咱们去年在中国卖电动车卖的第一名是谁？是比亚迪270万辆啊，这个事儿，还是很大的啊。这个是多个几辆，少个几辆，对于他来说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第二名呢是特斯拉啊，60万辆。然后广汽埃安啊是48万辆，吉利47万辆，上汽通用50，也就是咱们的50宏光啊，50神车46万辆，长安38万辆，理想37万辆，长城24，蔚来16，领跑14，就数到这儿啊，就是前10名就在这儿了。那么你要看看30万辆车基本上是第几名啊？
第8名啊，30万辆车，因为前面是37万辆车是第6名是理想啊，再往后一个长城就只卖了24万辆车啊，当然长城卖的汽油车还是很多的，这长城的电动车卖了24万辆，所以你想他要上30万辆车，你就妥妥的挤进前10里头，没什么好说的，对吧？所以大家都在看着说你这30万辆车到底从谁那儿出来啊？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那么雷军现在也说了，说我呀30万辆车不算什么啊，我要在15到20年之内成为国际造车新势力造车里边的前5名。大家想，国际造车前5名，现在所有在场的这些人里头，谁能在这上站着啊？全世界最大的车厂是谁？丰田，对吧？然后是大众，丰田大概一年造3000多万辆车，对吧？那个是一个很吓人的数字啊。然后大众，然后是这个，比如说特斯拉、比亚迪、福特、通用，那么这都数到这儿，都已经超过这个5个了，对吧？小米要在这里头占一位置，我要站到前5去。那么大家想想，哎呀，这咋排呀，对吧？这个座位不好排啊，对吧？他准备干这件事情，所以啊，到现场来的这些人啊，已经不在这个雷军竞争的范围内了啊，我已经这个把你们叫来，就是看看我来啊，这个我要开始装逼了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发布会都讲了什么？这个发布会的开始呢是非常非常无聊的啊，我看了开头，觉得怎么能有这么无聊的发布会啊？为什么呢？怎么叫无聊法呢？这个，但后边还是比较精彩啊，就是特别是最后一句我特别喜欢啊。那么一开始先讲说这个介绍一下嘉宾啊，这个未来的李斌啊，然后这个小鹏的啊何小鹏，理想的这个理想，然后这个什么一个一个介绍啊，但是他后边就不介绍，基本上大概介绍到北汽这儿就结束了啊，因为你拿人资质去造车了嘛，你肯定还是要给人家一个站起来亮相的机会的，对吧？这个介绍完了以后晒财报。啊，这个是别人发布汽车不干的事儿啊，雷军干这个，上来我先晒财报，晒什么呢？手里有钱心不慌，对吧？告诉你，我现在去年挣了多少钱，我卖了多少手机，然后我有多少这个智能设备卖掉了，然后我有多少利润，我存了多少现金，然后来咱干啊，对吧？干了这么个事情，然后去年呢，到第4个季度是连续14个季度全球的手机第3名。对吧？前2名估计一个三星，一个苹果，然后后边就是他了，啊，包括什么华为、什么 OPPO、vivo，你们都往后站啊，跟你们没关系，全是我的。2023年小米卖了多少手机呢？1.5亿只手机啊，直接卖掉。然后呢，现在它有6亿多用户，就是小米手机用户啊。那么这样呢，他就说啊，底气来自于这里，对吧？你想他喊一嗓子，这个小爱同学能把服务器喊崩了，那这底气就是足足的嘛。而且呢，他在讲说，哎，我做了足够多的测试，啊，造了500多辆车，然后在全国所有的高速公路、所有的城市我都跑了一遍，对吧？你不能说我这个上高速公路的这个自动驾驶了，我在高速公路哪段没开过，这事不行啊，我都开过了啊，这个去讲了。而且呢，这个做足够测试的还一点是什么？就是他后来车，对吧？每个人都说人家那个车都已经这么多辆车在街上跑了，对吧？以前经常说特斯拉强在哪儿啊？数据积累的足够多，对吧？它有这么多辆车，上百万辆车在全世界跑来跑去的啊，积攒了这么多的数据，然后进行训练，这事儿肯定是靠谱的。哎，雷军说咱甭费这劲啊，我造足够多的车，跑足够远的路，然后我们所有测试里程够绕地球多少圈的，对吧？我们也都测过了啊，这个底气还是要在的。然后介绍小米汽车呢，这个真没什么可讲的。你说一辆车4个轱辘加俩沙发，冰箱、彩电大沙发，你说还有啥？对吧？所以雷军就用大量的篇幅在告诉大家说，哎，我这个漆怎么样？啊，我是喷了9种漆，然后呢多了几种，然后原来是有3种，现在又多了6种，现在一共9种漆，然后怎么样？讲了半天这个东西，对吧？这个实在没什么别的可讲了啊。说我这个灯怎么设计的好看，我的门把手怎么设计的好看，对吧？然后我的这个其他的，你说电力啊、什么电池啊、什么这些东西，在上一次发布会讲过了，这次没什么可讲的了。对吧？只能进去讲细节，因为上一次发布会实际上没讲内饰嘛。现在就是所有人看到小米的车都不容易开门进去嘛，所以他讲了一些内饰啊，里头细节讲了讲啊，但是呢，真的没有那么多可讲的东西。然后里头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什么？就是镀银的这个天花板啊，或者说它这个上面实际上是一整片的玻璃啊，然后他在上面说我镀3层银啊，镀2层银，镀几层银，干嘛呢？因为那个啊，它这种通透式的一体式的玻璃顶棚，
它晒呀，对吧？非常非常的晒。所以小米说我就给你镀银啊，一层一层镀上去，然后让这个你的女士在里头可以防止到90%几的紫外线，防止到90%几的红外线，然后可以这个彻底防晒啊，干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为什么会干这事儿？大家想过没有？就是为什么电动车都要拼命的在这个玻璃顶上去镀银，然后让大家不晒呢？第一个是因为特斯拉Model X 就开始是这种一体式的，它是玻璃上挡风玻璃一直这么通下去的这种玻璃，他们呢就是晒就很多开特斯拉 Model X 的人就说特别晒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电动车呀，因为它底盘特别厚，底盘都是电池嘛，你整个把这个人坐的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抬高了你如果是 SUV 呢，你就有足够多的空间，说我再去把底盘抬高了以后，上面再去做这个顶棚，对吧？但你现在这种轿车或者说这种类似于轿跑车这样的车，你要做的比较矮，所以它上头是没有空间的，就只有一层玻璃，然后你没办法，只能是一层一层往上镀膜，对吧？让它不晒这样它等于顶上的空间就会变小一点点。这个所以讲了半天汽车防晒，然后呢晒各种各样的细节，比如说我有多少储物空间哪个里头还可以放一个什么冰箱，哪个地方可以放一个笔记本，然后呢特别逗的是它有好多那个1/4，应该是1/4英寸的吧，螺丝的这种接口，说干嘛使的呢？大家知道什么东西是1/4英寸的这个接口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比如说啊，抱歉这个拿东西的时候把摄像头碰掉了。对，比如说这样的东西，对吧？这是什么东西呢？这头是接 GoPro 的或者是接这个大疆摄像头的，这底下这个接口就是1/4英寸，然后呢，这个小米的车里头装了一堆这样的接口，说干嘛？你就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摄像机、各种各样的摄像头、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机支架就拧上去，对吧？他是这么干这个活的。这个一般的车就不会想到搞这个事情，他就说，哎，我们想到了，我们给你接了一堆，只要你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放一个摄像头的地方，我就给你留个接口，对吧？他干这么一个事情。然后小米呢，不愧是这个做配件的他做了好多各种各样的配件。说车实在没什么可介绍的了嘛，然后给你介绍一下配件比如说这个你的冰箱人家的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它这个冰箱是要单独收钱的，对吧？你默认的是没有这个冰箱的，上来我只是给你的一个储物空间而已。然后呢，还有这个后排的电视，人家很多说，哎，冰箱彩电嘛，你这个彩电后排得有电视。小米说我不给你装电视了我给你装一接口，干嘛呢？你去买小米12.6寸的平板直接往上一戳就完了他是这么来干这个活的。然后这个屏幕它在中间有一个中控屏嘛，中控屏一圈都可以加配件，每个配件都要单收钱比如说往底下加一堆这个实体按钮因为大家知道电动车都是触控屏，其实很多公司都觉得触控屏是不安全的，像奔驰就觉得触控屏不安全，所以奔驰汽车上面那个屏幕是不可以触控的。他们是做了一触摸板在那个挡把上，就是说你手可以不离开挡把，然后摸来摸去的去触控这个上面这个屏幕它其实我觉得还是触控屏是好使那么雷军说这样我呢给你一堆实体按键，但实体按键是一个什么磁吸的，你可以吸在这个触控屏底下但是这个叫单给钱你冰箱单给钱，这个吸上去这个按钮单给钱你说我不要按钮，我就用触控屏，你就不用交这个钱了。然后触控屏上面加2个眼睛也是一个可以跟你做一些小的互动可以变成钟表这样的东西，单加钱。然后触控屏两边加这个氛围灯、呼吸灯单加钱，对吧？然后这底下再加上什么手电筒这个也要算钱。然后对讲机充电器单加钱。然后专门还做了一蓝牙音箱，对吧？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蓝牙音箱就是它可以搁在车里边出去的，单独加钱，对吧？因为它蓝牙音箱底下是带磁吸的，你出去以后可以把它吸在这个车的后备箱后盖上，或者吸在什么地方，它可以给你放音乐听这个要加钱。然后呢，这个前备箱、后备箱里的储物格，什么整理收纳架单加钱它的反正各种各样的配件，我们就卖这些玩意儿然后雷军自己身上穿的工服就是这个小米汽车的这个夹克，
这个有人说，哎，我们觉得衣服不错，哎，雷军卖没问题，我们把这衣服卖了。哎，他那个衣服是卖800件啊，一共是大概299一件。然后说我们厂里还有800件，我把它卖了，估计这2天赶工做去了啊。啊，这是小米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各种各样的配件加钱。然后啊，这个智能化，这个必须要去讲啊。小米呢，汽车是智能汽车，第一个是智能座舱，啊，智能座舱呢，小米雷军就先讲了，说我这个 HUD 抬头显示啊，这个我这个做的比别人都好，我可以在多少度的范围内去调，然后特别亮，白天也能看到，对吧？因为很多车的智能这个抬头显示是只有晚上开的啊，白天看不见，因为外面光一照下来以后你就看不见了。然后呢，还可以去调焦距，调各种东西啊，我这个做的最好了啊，讲了一个这个东西。但是大家注意啊，它这个 HUD 这个东西，这个只有它最贵的29.9万的那个车型里有，其他车型里是没有这玩意儿的啊。当然你说我是选配再加钱，有可能也是可以有的啊。那么这个是其他的，可能是要选配的。然后手机跟汽车的互动啊，那这肯定做得非常好啊，不愧是这个手机厂商做的车，对吧？说你只要揣着手机到车上去，然后它就给你所有的东西都给你设置好，自动连接，对吧？甚至还去讲了一下，说，哎，你命令小爱同学，他等于你通过车的小爱同学就可以让手机干很多事情啊。有一个场景特别有意思，他说，哎，我要到这儿付钱了啊，那么怎么办呢？你说小爱同学打开付款码啊，他这个手机就直接跳转到付款码，然后你把这个手机拎起来，然后给人看一眼，对吧？就直接出门了。啊，它车上肯定有什么手机连接、手机的这个叫做充电啊都有，包括副驾驶还专门给手机做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储物空间啊，专门放手机的，对吧？这都给你放上，然后呢还做上什么手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苹果手机的连接也都做上，上来还专门讲说啊，这个苹果突然放弃造车，我非常遗憾，但是苹果用户，我们想着你呢啊，你拿着苹果手机。到我们小米汽车上来，我们一定要让你感觉宾至如归，对吧？这个还要降一下，去晒一下啊，秀了人家提姆库克一脸。然后它的这个叫做什么屏幕一体化的体验，它叫5块屏。怎么叫5块屏？就是它自己的这个方向盘上头有块屏，然后呢，这个旁边有一块中控屏啊，然后后边有2块，然后还有一块呢，有可能是它的 HUD 屏啊，就是它所有的5块屏加一块是可以一起来工作的啊。你比如说，你可以从前屏控制后屏，然后后屏是什么？后屏是你要单独买那个平板，它这个车架里应该是不包括那2块12.9寸平板的啊，那2块12.9寸平板应该一块3299，我记得是小米官网上看的啊。你说哎，我在前排给这个后排的小朋友放动画片，看完这个看那个，看完动画片以后做2个数学题，你完完全可以从前排来去控制这个东西，对吧？或者说我从后排去控制一些什么东西啊，包括这个一个车里边坐5个人，对吧？你可以在每一个位置上去说话，然后这个小爱同学可以非常清晰的分清楚到底是谁说的，对吧？到底让他干点什么，都可以搞得很明白。而且小米呢，在谈这个叫人车家全生态，对吧？那么小米是可以控制家里边的智能硬件的，你坐在车里头说，哎，给我开个空调啊，给我这个把家里热水器打开，给我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它都可以干。你也可以从家里头控制小米汽车，对吧？从家里头各种的设备去控制小米汽车，你要干一个什么事儿也都可以干。演示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场景是什么呢？叫回家模式。说这车回家了，然后呢，我只要检测到你这个车走到什么什么范围内，对吧？然后这个车这个家里的灯就亮了，家里的各种的电器就开始运作，然后你把车停好了以后，就可以直接回到家里去享受了啊。这个是确实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场景展示，但是这个场景不太利于捉奸啊。你说我偷偷的想把车开回家，然后想干点什么压么巧动的事情，这个不合适啊，因为你车一到家附近，你这个家里就知道了啊。这个华为呢，其实也准备做这个事儿，但是呢，怎么说呢？华为的智能家居数量是没有小米多的，而且华为自己终端部门跟嗨部门还没掰扯明白呢，所以呢，华为并没有展示那么多的人车家合一这样的这种全生态啊。小米在展示，然后再往后呢，还上了个大模型，对吧？你说现在你不讲个大模型，这事儿肯定丢人了嘛。小米呢自己训练了一个大模型，叫米 LM 啊，小米的大模型啊 ，Large Model。
然后呢，它是训练了2个版本，一个是6B 的，就是60亿参数，另外一个是1.3B 的啊，就是13亿参数了。它呢把这个13亿参数的，就是 1.3B 这个版本直接上车了，你车上就装了一个大模型在跑，所以这就是妥妥的 AI 汽车了啊。以前咱们叫智能车，对吧？你可以自动驾驶，可以做很多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已经直接把大模型上车了。然后呢，雷军说：“这大模型上车能干嘛呀？对吧？这个画个画吧，你给我画一个青花瓷的这个小米汽车，夸夸给画出来了。”后来说：“我是来开车的呀，对吧？我天天画这玩意儿没意思啊，对吧？”他自己也觉得无聊，然后就把这个小米汽车做智能系统这边给骂了一顿，说：“你们再想想这玩意儿到底干嘛使？”对吧？这个，所以我前面也讲 AI 手机也好，AI PC 也好，AI 汽车也好，你还得有用才行，对吧？今天还有人在这个叫做什么Twitter 上告诉我说，哎，AI 手机可有用了，可以干这个，可以干那个。后来我说现在 iPad 是爱奇艺是那个专用器，对吧？这个叫做什么 Kindle 是盖这个泡面的，手机是刷抖音的。那你说你为什么要一个叫做 AI 手机呢？你说你加了 AI 以后，你可以更好的盖泡面啊，还是可以更好的看爱奇艺，更好的刷抖音啊？其实都没有意义嘛。啊，那么现在也是啊，这个小米汽车上这个大模型能干嘛使啊？这个第一个啊，不再依赖于精确指令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指令控制、语音控制这个事情实际上早就有啊，但是为什么大家不用呢？因为它需要一个非常非常精确的指令。你比如说，我举个案例吧，我这儿的这个大疆的这个摄像头啊，这个是Action 4，这个摄像头呢，它是有语音指令的。你比如说叫停止录像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词，它就会把这个录像停下来。但是呢，我老记不住，对吧？我经常说关闭录像，停止这个拍摄，停止什么东西，你只要说错一个字儿，它都不干活啊。但是现在你有了大模型以后，你就不需要再去记这个特别精确的指令了，说对说错都没关系啊。它有一个大模型，我理解意思就行了，对吧？这个意思理解对了，我就干去啊，这个其他都不重要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啊。第二个呢，就是结合小米苏7上所有的传感器，等于做了一些低代码系统的 agent 的事情啊，做了一个有趣的场景演示，问前面那车什么车啊，对吧？你开着车前面跟了个车啊，然后这就属于一个很模糊的问题，对吧？前面这车什么车啊，或者前面是什么呀？然后这个时候它这个大模型去干嘛呢？调用车载摄像头以及其他传感器，等于还做了一个多模态识别，我还认出前面这个车来了。然后呢，再生成回答说，哎，前面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车，对吧？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给你讲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是小米苏7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大模型上车到底能干嘛使。你也不需要那么大，1.3B，其实在一般的手机芯片上都是可以跑得起来的，对吧？跑完了以后说，哎，我可以跟车的所有的传感器一起工作。然后，那你说智能了还要干嘛？智能驾驶啊。但是大家注意啊，它分3个款。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个最便宜那款是阉割版的，对吧？它是基础款啊，就只是纯视觉方案，上头没有激光雷达的，只有1颗英伟达的 Orin 的这个芯片啊，这个芯片呢就是只有254 TOPS 的这种算力啊，就大概是这样。它呢可以跑高速公路的这个自动驾驶啊，但是呢城市里是不能跑的。然后 Pro 跟 Max 的版本就是这个比较贵的2个版本。是带激光雷达的，然后里头是有2颗 Orin 芯片的，所以它们的算力可以达到508 TOPS。这个未来呢，他们是可以在高速公路上去工作，也可以在城市里边叫 NOA 啊，靠这个系统去工作。但是这个 NOA 城市 NOA 就只有这个高级系统才可以工作了啊。但是城市 NOA 呢，现在使不了，要8月份以后才可以这个更新让大家用。这个 NOA 是什么？叫 Navigate on Autopilot 啊，就是这个由这个智能辅助驾驶进行导航啊，叫 NOV。然后 NOV 呢，并不是 L3啊，还是 L2，就是你人还是得坐在那儿，还得坐在方向盘后头的这个东西叫 L2加或者 L2.99。因为 L3你是需要去申请牌照的。现在国内可能是奔驰、宝马什么这几个发了啊，这个国产的电动车现在也在一个一个发。小米应该还至少他现在还没有提他去申请这个东西，但是最后应该还是会去申请的啊。那么测试里程跟虚拟测试里程都非常多啊，就是小米说我也做了大量的虚拟测试
啊，我也做了真实测试，做了虚拟测试都做了啊，里程已经非常多了。虽然我这个车没有怎么在街上跑，你们要放心啊，我一定做得很好。然后呢，这个具体上路呢，肯定还要再逐渐积累。这个任何的测试都没法说，哎，我去代替上路的实测啊。这特斯拉真正厉害的就是它上百万辆车在全世界跑来跑去的啊，这个是最厉害的。然后呢，它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功能，叫自动停车，就是你把这车到商场门口，你就人家下来了，人家车自己下地库找地儿去了。然后找完地儿以后呢，它可以停在什么呢？2.5米宽的车位里头，让两边每边留出5厘米来，就可以停成这样。然后据说成功率是90%啊，但是我就不知道它失败了怎么办？你说你成功率90%，并不是特别高的一个数啊。所以你说你下去转了一圈失败了啊，没有找着停车位，还是你说停进去出不来了，或者把人车蹭了，还是怎么弄？你这咋办呀？这事儿啊，这个雷军就没有讲了。这个现在他们大家都在测试这个功能啊。现在呢是未来的 ES7、理想 L9、小鹏 G9、智己的 L7啊，极狐阿尔法 S 全新的嗨版，也就是跟华为合作的这个版本，然后问界的 M7、问界的这个 S7都给你提供了这种自己下车库的这个功能。以后就是我们比如到商场了，你自己下去找地儿去，然后人家进去逛商场去了，逛完了以后，你告诉车说我出来了，然后这个车再从底下再慢慢的上来到门口接你来，对吧？现在都在开发这个功能。所以以后在商场地库里停车，有可能会变成地狱难度，对吧？你的车停进去了，结果发现旁边一个小米苏7，离你的车就5厘米，5厘米有多少？5厘米大概有这么大一块，对吧？你这一大块，这个门也开不开，人也进不去啊，对吧？你咋弄啊？我就没想明白，如果我的车旁边停了一个车，离我只有5厘米，那这事儿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吧？然后讲完智驾以后呢，肯定也要去致敬一下余承东嘛，虽然他没来，对吧？所以这个雷军喊了2遍啊，遥遥领先，遥遥领先，就是他肯定有些东西做的还是不错的啊。然后呢，反复在喊啊，说我是50万以内最快的车，50万以内最好的车，50万以内各种各样的东西。但你说你实际上卖不到30万的车，你喊50万以内怎么？哎，这个就没法说了吧？啊，他反正就喊这个事儿，因为为什么大家都喊这个呢？就是跟油车对标。就是你电车，就是至少国产电车30万以内的车呢，可能还是有一些能够有一定战斗力的啊。但是按照雷军现在看，就基本上国内卖的所有车50万以内的，连电车带油车，对吧？可能各种的配置，每一个细节的指标都比它差啊，所以他现在就喊啊50万以内最好的车。而对标呢，他不去对标 Model S 去，他对标 Model 3，对吧？其实这玩意儿是一个田忌赛马的故事，对吧？为什么叫田忌赛马的故事呢？就是我用我的这个比较好的马去跟你那个比较差的马去比对。其实像小米苏7是跟这个保时捷那边去抄回来的车型，对吧？按道理说它应该对标 Model S，你甭管是续航、动力，然后各种的配置应该对标 Model S。不，我不跟你那比啊，我就是 Model 3这个售价的车，我就跟 Model 3比。我们去，那你这个事儿肯定基本是完胜嘛。当然了，这个完胜了以后呢，这个雷军还特别逗，他工程师嘛，上来说，哎，我知道你们老说我什么，你们老说我这个我强的我就拿出来说说，我要差的我就不说了，对吧？咱们今儿就直接把这个底库扒下来给你看，对吧？怎么弄？我们把所有指标都摆这儿啊，到底有哪项是他比我强的？最后呢，是 Model 3有2项比小米苏7强啊。第一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百公里耗电啊，或者说是你的单位的这个电量能跑多远这样的一个数啊，Model 3确实是比小米苏7强啊。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呢？这个雷军最后也说了，他说：“你看，我是一个这个大车，你那是个小车，我车比你大，对吧？我这个整个的车也重，这个车也这个什么耗电也大。然后第二个呢，我的电池大，对吧？这个 Model 3的这个续航其实是并不是很长的啊。这个小米苏7就算是最基础的版本，也有700多公里的续航。当时这个马斯克就说让这个电动车有800公里续航就是个傻子。说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电动车那个电池它不像汽油似的，你烧完就没了。那个电动车的电池，你把它开光了以后，它还是这么重，对吧？你原来比如说有个1.5吨的电池，你把它电耗光了，也还是1.5吨。你要想这个让它续航增加，你就得增加重量啊，这个事儿没办法。所以小米苏7的这个车要比 Model 3要重非常多，对吧？它的电池是可能苏3的2点几倍的这个容量，
啊，这是 Model 3的2点几倍的容量，对吧？然后它还比 Model 3要大，啊，这个所以它第一个啊比输了。第二个比输的是什么呢？第二个比输了是算力不够，对吧？Model 3的这个算力是特斯拉自己家的芯片，对吧？那个算力是非常高的。然后小米苏7的这个2个 Orin 芯片也只有500多 TOPS 的算力啊，这个算力是稍微低一点啊。但是雷军也说了，说你看你算力高有什么用啊？对吧？你算力高，你的这个城市辅助驾驶你在中国没法落地，对吧？但是我算力虽然没有那么高，但是我这个功能你是可以用上的，对吧？他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家觉得也还是可以接受吧？这是2项。然后呢，也出来跟保时捷的这个叫Taycan 也比了一下啊，这个因为它照人抄的嘛，这个很多人说这冷不丁一看还以为是保时捷 Taycan 的，对吧？但是呢，雷军那意思也说，反正咱得要脸，对吧？不稍微意思一下就行了，对吧？说我有部分指标是超过的啊，还挺多指标是超过的，但我们就不细比了。为什么呢？你不能跟一个造了93年高端运动汽车的这个保时捷的100万豪车去比，这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你说我最后所有指标都超过了，它有什么意义吗？对吧？你去花100-200万去买这个保时捷 Taycan 的人，你会去看20万的小米苏7吗？根本不会看，那是2拨不同的人，对吧？只有像雷军这样的人，他说我自己又有保时捷，又有什么苏7，因为苏7是他们自己家的，他没办法，是吧？这个雷军呢到后边也说啊，这个我们呢不是全知全能的啊，会犯各种错误，有问题呢你就说，但是呢客气点，对吧？你不要上来骂我，不要这个给我泼脏水，因为最近泼脏水这个事儿呢也是很吓人的啊，所以专门鞠了个躬啊，给大家鞠个躬，说这个有问题您直说，我一定尽快改，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改去啊，他是这样来讲这个话的。价格呢肯定是最后一定要去说的啊，这个价格呀，咱们叫怎么说？叫想象的范围之内啊，它并没有特别惊喜。比如真到19万了，这事儿是比较吓人了啊。但是呢，没有干这事儿，还是在21.599万这样的一个数上，就是以此为起步，对吧？那么大家还在想象范围内。然后这个价格呢，是在号称啊是在3月27号晚上，小米高层内部开会临时确定，对吧？当然你说这个是戏剧性表演一下，还是说真这么干？已经不重要了啊。是雷军说，我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说服所有人，就是要赔钱卖。那我卖一辆车赔3万块钱，啊，这个车本来应该是23万、24万的车啊，我现在卖21万啊，那么这个卖一辆赔一辆，卖一辆赔一辆啊，那我最后还是把大家说明白了，我们就生干吧。因为大家一开始猜的呢是23到33之间，或者呢是26到36之间，啊，大概基本上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从现在看呢，就是他一开始可能确定的也是23啊，那么后来说砍一砍，砍一砍，最后砍到了21，对吧？这个刚才我们说这几个数字可能都是在他们考虑范围内的。对于我们来说呢，这叫符合预期啊，但是没有超越预期的一个价格。叫有诚意啊，这个价格算有诚意，因为它真的是比所有的，比如说跟它对标的这个车都要便宜啊，甭管是极氪001，这个智界 S7，这个包括 ET7，包括 ET5吧，就是这个蔚来 ET5，就是它要比别人都便宜，而且配置各种东西给的都多，对吧？所以现在叫卖一辆赔一辆。当然这个事儿呢，后期还要看量啊，你只要量上去了，它还是能挣回来的。而且还做了哪些事儿呢？就是自动驾驶啊，你只要是上自动驾驶，终身免费，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在淘宝买东西说亲包邮啊，这个以后可能会成为风气啊。大家知道特斯拉的 FSD 是需要单独购买，你可以说一次性买断，也可以按月按这个去付费。然后包括蔚来、广汽埃安、极狐、问界、智界这些车，你这个自动驾驶都是要单独购买的，就是你这个车价里是不包括这部分的。等于说我要自动驾驶，我就要给钱。对吧？但是小鹏大概是在2022年就改了，说我这个自动驾驶不再收费了，就这样了。然后小米说，哎，我这个终身免费啊，以后再不找你收钱了啊，就包含在这个车价里头了，21.599万里是带自动驾驶的啊。大家注意啊，它是3个款啊，第一个款是21.599万，这个款呢，这个雷军专门强调了啊，不能叫盖板啊，也不能叫基础，什么青春这种的，就容易引起误解的名字都不能叫。所以它叫叫长续航后驱智驾版，对吧？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啊，这个因为它是只有一个电机，而且是后驱车啊，那个续航呢，因为有700多公里啊，就是它比一般的同类这样的车的续航都要长。然后呢，有智能驾驶啊，说这个叫
后驱长续航智驾版。然后这个里头除了21.59000的这个价格之外呢，说我们再送点东西吧，这个送权益啊，就是本来应该你去花钱买的，然后我就直接送你了。送了什么呢？它真皮座椅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每次真皮座椅都要单独算，可能它还有一款不真皮的座椅啊，那个估计就没有人用了，大家都是送的真皮座椅，然后很贵啊，真皮座椅好像8000多吧，一套真皮座椅，然后豪华音箱，然后呢这个加上冰箱啊，我就直接送给你了，这个是3.4万的权益直接送掉，所以呢实际上是21.59000，你可以说我又白送了3.4万啊，再进来应该减掉这3.4万，实际你说它是17万多或者16万多，这个事儿也可以这么想啊。然后24.59000的这个车款呢是叫 Pro 版啊，就升级了一点点了，叫后驱长续航高阶智驾版啊，上面那个叫智驾版，这叫高阶智驾版，上面那个叫长续航，这叫超长续航，对吧？它是有变化了，变化在哪儿呢？第一个加电池了啊，它把电池多塞了大概几度电进去，然后你可以多跑个100多公里，原来是可以跑700多公里，现在可以跑800多公里了，对吧？这个也是钱嘛。然后呢，加了这个激光雷达进去，大家注意啊，上面这个21.59000的是纯视觉方案，是没有激光雷达的。然后呢，加了激光雷达以后呢，就加入了这个第2颗的这个欧润芯片啊，英伟达欧润芯片，加了这个智能驾驶芯片进去，再加了4.8万的这个权益啊，这个等于是权益增加一些。但是呢，这个车交货要晚，这要5月份才能交货，现在做不出来。你现在要定就定第一款。叫这个后驱长续航智驾版，或者是最后一版叫 Max 版啊，29.9万的这29.9万这版。然后这个 Max 版呢是双电机4驱超长续航啊，也是800多公里，然后高阶智驾啊，800伏高压的平台，加上4.2万的权益，对吧？这个包括什么呢？就是这个轮胎啊，它给你换轮胎，但是这个轮胎呢，它雷军也讲说，你要是想换这个新轮胎，肯定更帅。而且呢，这个跑得还更快，还更稳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你换上新轮胎以后呢，你的这个续航会下降啊，你就跑不了800多公里了，但是也还能跑700多公里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这个是29.9万，它所有的测试数据，什么这个2点几秒、3点几秒从0加速到100公里啊，什么这些数都是拿这个29.9万这个车测出来的。然后雷军讲到最后啊，让我觉得真正比较开心、喜欢的一点吧，或者让我比较感动的一点是，最后还讲了一个情怀。情怀讲的是什么呢？他最后说，小米汽车到底是卖给谁的呢？说小米初期的用户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有品位，不甘于平庸，还在为梦想打拼。他们向往先进的技术，渴望幸福的生活。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浑身闪烁着乐观与自信的光芒。我始终认为，自信的人生，无限宽广，不断向前的成就，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生最好的奖励。小米初期就是承载我们所有向往梦想之车，对吧？他大概最后讲了这么一段话啊，这个很多的啊，今天我看一堆的文章，一堆的人在回味整个这场发布会，然后每一个人都要饱含深情的把最后一段话念出来，因为我们也心里有火，眼里有光，浑身闪烁着乐观与自信的光芒，对吧？这个每一个人去讲听到这个话的时候，都会啊，这个拿起镜子看一看，然后会心一笑，对吧？这就是他要去面对的客户，或者小米或者雷军啊，给自己的一个定位，这个还是很棒的。然后这个发布会开完了以后，结果怎么样？今天雷军已经不停的在推特上、在微博上发庆功的这个信息了啊，说我已经太成功了啊，好厉害，对吧？这个就像是这个高考完了以后发榜，然后考上状元似的啊，这个已经不用担心没人买了啊。原来说我担心啊没有人买，我做这车出来以后大家不喜欢怎么办？然后也担心买的人多了交付不了怎么办啊？原来担心这些事儿，现在都不用想了。这个订单与交付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3月22号啊，3月28号，就是昨天晚上10点22点开始订啊，但是这个我并没有订啊，现在毕竟是这个虽然这个心中有火，眼里有光，浑身闪烁着乐观与自信的光芒，对吧？但是这个这个自由职业者这个收入还是不是那么允许吧？啊，昨天22点开订的时候呢，4分钟破1万辆。
27分钟达到5万辆的这个订单啊，这个是非常吓人的，就是几亿的这个定金就收回来了啊，这是小米雷军的这种号召力，而且下订单啊，你就可以什么要交定金5000块钱啊，大定5000块钱，不是那种100块钱定金5000块钱，然后呢要选配置，选完了以后按需生产，我工厂就给你造去了啊，然后4月底这批车就可以交出来，就是你车要造完了要检测，测完了以后。可能还要拉到什么地方去，因为这个人不一定在北京嘛，然后到那儿再交付给你，所以基本上是4月底了。这个它呢现在是年产15万辆的这个一期工程已经可以开始干活了，啊，就是1个月生产1万多辆车。雷军自己讲，就是在整个发布会里讲说我是76秒一辆车啊，但是76秒一辆车呢是按年产30万辆算的，那个2期工程到现在刚把那个地清退完了，对吧？还没有开始破土动工，房子都没盖。啊，没有那么着急，就是真正现在开始干，也到明年再去投产了。那么还有库存，因为上面我还录过一期视频，说它这个已经造好了一堆库存，放着了，就准备卖给大家了。这个有多少车呢？5000辆车。这个车呢叫创始版。创始版里头是什么呢？就是不可定制，因为我造好了嘛，你说我要再改一东西，改不了了。创始版上呢有创始版的特定的标记，上头告诉你这是创始版，雷军亲笔签名的帽子，雷军亲笔签名的这个车钥匙，然后这个里头也有很多雷军亲笔签名的东西，对吧？这就是完完全全给追星族做的。这5000辆2万元定金的大定，然后4月2号开始交车。现在呢，这5000辆车已经卖完了啊，甚至已经有黄牛开始到二手车平台上去卖这个车去了，加钱去卖。这个小米从造手机的开始就没有逃脱过这个黄牛，对吧？就是一直是理财产品，造了车依然是理财产品，大家还是去折腾这个事儿去了，对吧？这个，所以它这5000辆都卖出去，所以到什么时候呢？5月份我们就可以看到小米汽车4月份的上牌量和开保险量了啊，这个就是可以看到，雷军是一个数据和细节大师，他绝不会说我3月28号把发布会开完了，4月份过了1个月到5月份发现，哎，街面上没我的车，对吧？或者说这个数据没展示出来，我到底卖了多少车没有？现在5月份去展示4月份的销售数据的时候，就有5000辆创始版的车就出来了。然后6月份你可以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从4月底开始交付的，就是大家付5000块钱定金定下来那种定制款的车，你就可以看到了，是不是有1万多辆车出来了，对吧？然后5月底要交付这个 Pro 版本，所以到7月份我们就可以看到，哎，这些车到底是卖的怎么样？因为大家注意，为什么那个 Pro 版本这个叫什么呢？它要晚1个月来交付呢？大家看啊，这个 Pro 版本其实是在这种标准版上，就是加了激光雷达啊，加了这个智能驾驶啊，加了这个另外一颗的英伟达的欧润芯片，加了这些东西，对吧？你说我多花那么多钱去买800伏的这个充电的这个电平台，去买这个更大的电池，去买2个电机，然后在城市里跟人赛车，其实绝大部分人是没有这种需求的，对吧？所以我还不如说这个我花一个这个比较少的钱啊，我把这个电车可以开走，然后加上激光雷达，加上辅助驾驶，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有人用的。所以他会觉得啊，这个车会卖得更好一点啊，他把这个车就往后拖一拖啊，那么他们就是最便宜的车我们要开始卖啊，最贵的车要马上开始卖，这个稍微中间一档的车啊，稍微等一等。这个呢，也就是小米汽车算是有一个开门红了啊。但你说这1万多辆车，或者说5万个订单，到底算不算都是真的？不好说啊。总有人说我定了以后想退，对吧？7天可以退，但是你要注意啊，你不能进去选配置。你付了定金以后，如果一旦进去选了配置了，工厂就开始下料干活了啊，那时候不许退了。所以今天开始有很多人去这个投诉，说我们家猫啊看着这个手机摁了一下，就把我那个车的配置就确定了，然后你就不让我退定金了。所以今天有一堆人在那投诉这个事情，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啊，期待小米这个车好好的卖起来。而且小米在整个发布会上还请了一个德国人上来演讲啊，他是宝马原来的这个设计总监啊，现在是给小米这边做设计顾问，所以小米肯定也是希望苏七可以卖到全世界去啊，可能以后大家在大街上再碰到这样的车，就不一定是保时捷了啊，就有可能是苏七了，对吧？这个车，我觉得礼拜天我去看完了以后，还可以跟大家讲讲感受吧，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话题。哇，这个话题讲的好长。
看看有什么问题啊？前老板的老板发布会，是的，这个不雷军的发布会，反正有一段时间我也不看了啊，但是他前面那个技术发布会我也没看，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发布会，我觉得还是看一看吧。你看，连我都去看，实际上那个转化率就已经上升很多了。这个我没去过那个会展中心啊，小鹏玩完了，反正这个肯定对于所有魏小李都是巨大压力，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他要生生在这些人身上啃一块下来。你不打算支持一下雷总吗？这个第一个是还确实是穷啊，这个像你这种，你不打算订阅一个吗？啊，给我每个月交个$9.9好不好？对吧？这个你看了这么开心啊，订阅我一个吧。啊，不是日本错过移动互联网，恐怕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太强大，仅次于美国。啊，这个是我们待会儿再去讲这个故事啊。小米智能家居很痛的一个点就是本地执行几乎不可用，花大价钱买了支持本地执行的路由器，一断网该失控的还是失控。不是你这个东西你就不能这个什么不能断网啊？你智能家居你断网这是叫啥事儿啊？先赞后看啊，感谢，没点赞的赶快点个赞。中国互联网发达的背后有个可悲的现实，当回事儿正是因为当时缺乏监管，才造成了这些财富啊，这个不太一样，反正它有很多原因吧，我们分其中一点吧。当时啊，好的，车子外观是真不错，对，车子是，我觉得呢，这就是一个工程师之车啊。就为什么抄保时捷？大家知道保时捷也是个工程师之车，对吧？保时捷博士，这个是保时捷和大众的创始人，对吧？这个，德国二战时候的坦克、飞机很多都是他设计的，啊，这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工程师。工程师喜欢这样设计啊，就是我每样事情我先去考虑工程相关的事情。我觉得其实说错过，不如说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从科学革命、航海时代开始看世界的话，就蛮明显了啊。开始走下坡的国家就会，相对如此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去讲啊。怎么说呢？我们还是要去讲他为什么错过。对吧？如果你不去分析说啊，该你错了啊，该你过了，你已经这个红过了，对吧？下一波跟你没关系了，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我们还是要去想清楚说，能不能有机会去把它这个弥补上啊？人没了，吓死了！这个就是我刚才把摄像头碰下来了啊，翻车了，是刚才翻了一下，不用害怕，轻松故事，对，就是个大号的老头乐，哎，老头乐跟这个完全两回事啊。就是电动车这种东西呢，它还是基本上你是可以通过汽车的所有测试，甚至它通过的测试要比汽车还要多很多，对吧？毕竟下头有电池嘛，对吧？现在电动车还做很多什么测试，就是那个在那个地上放一个那种就是凸起啊，或者说是那种像那种防撞的那种柱子似的，然后它这个车呢，那个柱子要比底盘要稍微高一点，让这个电动车直接从上面开过去，把整个底盘刮一遍。因为电动车底盘是电池嘛，你刮完了以后有好多会着火。但我估计小米苏七还没去做啊，因为小米苏七的电池是朝下的，所以开口朝下，它可能刮一下就废了。这个还是讲自己擅长的20年前日本的手机就能做到移动互联网做的事情了。这个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看法，就是，你不用去想说你擅长哪个，我擅长哪个，就是我们交流各自的看法就好了。全家桶买起来，对。我们家是除了手机，很多东西都是小米的啊，这个电视，净水器、空气净化器，然后各种的我灯啊，都是小米家的，对吧？这个以后如果再搬家了，没准儿还会买他们家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设备吧，电器，我觉得小米电器还是可以的。
看了下还是很香的。是的，这车看着很香的。就是欧洲想开上这个车的10万欧啊10万欧，那基本上就是保时捷 Taycan 了嘛，那个估计就是10万欧了吧。这个小米肯定是惦记把这车卖到欧洲去的啊，要不然他也不会请了一个德国人上台去演讲。这些钱买丰田混动不香吗？混动真的不划算啊！混动，你想你在一个车上有2套系统，它贵啊，对吧？如果说你这个丰田的一些混动，你要用同样的价格的话，它等于故障率也是乘2的，啊，这个各种的复杂度都乘2，这个真不划算。苹果适配很完美，是的，我也很喜欢苹果适配这一点。车里的平板得3000啊，一块3000啊，2块是6000。驾驶座的窗户玻璃加上显示付款码的功能就更棒了。这个这个东西就是那个玻璃有时候还会碎啊，不要乱去往那个玻璃上加东西。想起郭德纲相声的段子啊，于谦从废品回收站收了几百斤废品，拼了一辆9手夏利，雷总的小米之家里把所有产品串起来，拼出一辆苏七啊，这个没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对，小米苏七，我看他还取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充电的一个，就是充放电的一个插头，对吧？你可以拿这东西，给小米苏七随便找一个3项的220伏就可以给它充电，就是充的慢点呗。然后呢，你还可以拿那根线去给它放电，放电干嘛？就是你把车开到一什么地儿，然后把那个电源接出来以后，在那头可以插个电饭锅呀，什么插个热水器什么的，对吧？都可以干。偶尔能小创 YouTube 的原因是节点偶尔有原生美的 IP 啊，好吧，这个还在研究这事儿。丰田混动在国内卖的贵，俗期那个价格可能就能够买起凯美瑞的双驱啊，亚洲龙是都买不起，这个就不确定了。因为我觉得凯美瑞也不便宜吧，凯美瑞混动我没看价格啊，我估计也不便宜。除了小米、华为，还有哪个手机厂商做成了电动车吗？这个蔚来自己做了个手机算吗？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吉利是买下了，是吉利还是谁买了这个一个手机厂，对吧？他是买了魅族好像是。这个价格卖到欧洲会让欧洲车企死光光。哎，如果21.599万的中国价格卖到欧洲，应该是多少欧元？应该是2万多欧元吧，一辆这样的车，你卖到欧洲去。那欧洲，你像雪铁龙不也出了一些这种很小的这种电动车嘛？然后大众的 ID.3，我估计它这个车应该是跟 ID.4或者 ID.6这样的车去竞标啊，对吧？那么这样的可能，它这个车应该比 ID.6还是要便宜啊。这个所以大众也在出类似这样的车。价格杀手名不虚传啊，它确实还是杀的挺疯的。丰田确实贵，我买混动那会儿感觉电动车还不成气候。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还是因为我这次在日本做的那个金子睿的车就是个混动，它是个凌志的混动，对吧？然后这种混动车呢，它会特别省油啊，而且反正日本车本身品质也还不错吧，他说也没遇到什么坏呀什么这种事情，所以他并没有觉得2套复杂度怎么样。但是他那个车确实贵，它比正常汽油车还要贵几万块钱人民币，对吧？那么这个其实就没有买这种纯电省事儿嘛。汽车大模型画画太浪费了，是的，那个就是扯淡的事儿。看销量最真实，对，这个车至少现在定的很好啊。美的任何 IP 都可以小创，前提是不要过滤广告啊，这样的。销量的话，电车和混动排头都是比亚迪，尤其是冠军版秦是这样的。比亚迪是卖的很猛的啊。港股股价已经回来了，没跌没涨，是小米吗？小米说今天上午是涨了吧？那看来又掉下来了哈。实在不相信国产质量。前几天一个亲戚的长城自燃了，哎呀，不要想这些事情。
那特斯拉 Model 3它国产的时候，你觉得质量咋样？对吧？苹果手机不也是国产的吗？你觉得质量咋样？那么小米这个事儿，它为啥就不行呢？没啥可不相信的啊。所以语音指令学习成本很高，对，它那个东西一个字儿不许错，这是很烦的。我最讨厌语音指令的就这点儿。这个我觉得我们悬浮窗这个就不用研究了啊。不过萝卜快了不洗泥，比亚迪质量控制确实有点拿不住，到底会不会中奖看运气。其实是这样的。说实话，小米真懂消费者心态，比如适当的保留了实体按键，它是我看是基础款上大概有2个实体按键还是几个实体按键，然后Max 版上是有大概4个，然后你要再想要实体按键，就得花钱买那个选配件去插去了。丰田出局不了啊，不过电动车不是主流而已。丰田，哎，看丰田干什么吧。然后也没多赔钱，只赔了差不多钱的一辆，这个是自燃了是吧？对，这个自燃其实你看特斯拉是没有自燃过，特斯拉是撞车了以后着过，对，然后像那个什么蔚来也是撞了以后着过，然后自燃的汽车还真不多啊，这个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小米这种预设值让我想起了，苹果各种 PUA 刀法，让你不自觉脑子一热加一堆上去是这样的。其实我告诉你那个什么，特斯拉也是那样的，你到特斯拉去订车的时候，它也是先订后生产嘛，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生产，可以往里加。然后我记得当时富盛买那辆特斯拉里头有一个特别奇怪的配置，然后富盛看了以后就觉得，哎，这是什么玩意儿？我一定要加一个。那东西叫什么呢？叫游艇地板什么，就是游艇地板的一个什么配件。因为咱们一般人买不起游艇嘛，或者也玩不起游艇，对吧？然后他车来了以后，我们就赶快上去看，我说你游艇地板在哪儿呢？后来发现他好像是在什么地方镶了一块木头，好像是在车的中控台还是在哪儿，我忘了，反正镶了一块木头。说这块木头是从游艇地板上一模一样做下来的。我说你也没把这东西铺在车底下这个真正地板的地方，对，它那铺不了啊，你该有这个脚垫儿，该有什么东西你是看不见的，对吧？但是我把这游艇地板那一块儿弄下来以后，我忘了是不是那车镶在什么地方啊，Model S 上的一个选配件儿，对吧？当时那个因为富盛也是公司刚上市嘛，手里有很多钱，而且他那辆富盛那辆 Model S 是雷军送给他的，就是鼓励奖励他把公司做上市，送了他一辆。是所有选配件都买齐了啊，就是一件都不少，都买上了，最顶配。所以我们就挨着个去对着那单子说，哎，这东西在哪儿去？那东西在哪儿去了？也挺好玩的一个过程。现在就看雷布斯的产能能不能跟上，今年订单已经提前完成，今年不算完成啊。我觉得今年的话，如果是15万辆，至少到比如说4月底开始交的话，你至少应该是能够卖到可能7、8万辆，接近10万辆的车，才算是一个完成任务。所以他现在是已经收了5万多个订单了啊，谁知道那些订单会不会取消啊？这个订单就是这样，7天之内可以取消，但是你下配置了，我已经锁单了，就不许取消了啊。他这个大家自己去看。现在这些订单已经开始在黄牛市场，在这个闲鱼上已经开始卖了啊，加钱在卖。国内政策就是逐步淘汰燃油车，对，那就淘汰吧。目前小米北京工厂产能也就10万，它不是15吗？这个反正看呗，就是现在吹牛吹的是15，至少我在北方不会考虑电动作为主力车。这个雷军说了，他那个在零下15度还可以达到多少续航，对吧？我觉得在北京来说，零下15度也就这样啊，你不要开到哈尔滨去，开到哈尔滨那边零下30度、零下几十度，那个可能这玩意儿也是不灵的。冬天电池容量太惊悚，对，小米反正测了零下15度，然后大概它那个号称740多公里的那个车呢，还是能够跑个300-400公里的，大概基本上也是一个礼拜充一回电还是够的。北京现在电车太多，大部分都是比亚迪，它一年卖了快300万辆车，你大部分不是它这事儿就出妖怪了是吧？是不可能的。北方第二辆车可以考虑电动车，春夏秋不香吗？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
车这种东西呢，可能也就是最后一波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你一旦 Robotaxi 上来，就是完全自动驾驶的出租车上来，这个车就会变成什么？就会咱们看看共享单车啊，共享单车上来以后，普通人实际上就不会去买自行车了，因为你代步的话，直接用共享单车就够了。那么下一个是该干嘛呢？下一个就开始这个大家去玩这种娱乐性自行车，比如几万块钱、十几万块钱去买一个那种碳纤维的车，大家去玩那个去了。所以我觉得小米苏7这种定位就是一个半娱乐性的，它其实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等到它爬坡起来以后，Robotaxi 就落地了，对吧？然后大家是为什么会去买这个车，就是要给自己一个奖励，是一种梦中情车，是要买这种东西了。所以小米苏7的定位是这么定的，对吧？不要去想这个事儿。而且很多人呢，这个我这次在日本，他们给我讲这样一个故事，说日本人开车，因为停车特别贵，所以他们家里买了车以后不开，每天坐地铁上下班。然后呢，只有极个别的烧包会把车开出来上班来，因为你要开车上班，你等于在办公室你还要再买一车位，很贵的，对吧？那么他们的车可能一年开不了几万公里，就是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出去玩一下开一下，平时都是不开的啊，平时都是这个坐地铁上下班的。那么你比如说对于这样的要求来说，电动车意义就没有那么大，对吧？电动车最适合干的活是什么？就是平时开车上下班啊，我开到办公室了，然后插那充个电，我开回家了啊，开那充个电，对吧？但是电动车不适合出去玩去啊，我要开一个特别远，路况特别复杂，然后上了高速，因为电动车一上高速，那个续航就会下降，对吧？这个事情可能就不是那么方便。所以日本你说为什么电动车起不来？它确实不需要，没必要，代步车一辆就够了。是，总体来讲，汽车就是消费品啊，这是真的啊。今天我还看有人在推特上说这个事儿，说我没抢着小米汽车，说那个他说你这样，你用买这个小米汽车的钱21.58万，你现在去买小米股票，对吧？过一段时间没准它还涨上去呢，对吧？你还能挣一笔。宁德时代老会最近有讲，正在研究适应北方冬季的下一代电池。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适应下一代电池，这里头是加热的，就是它要电池热管理那个东西，就是你搁在那儿以后，它会不断的放电去加热，估计是增加保温效果。你增加了保温效果，它万一热了以后它会着火的，对吧？这个玩意儿热了也不行，凉了也不行。时代的发展趋势不会变啊，这个不好说，因为欧美退了潮了以后，这个后面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变数的啊。然后乘用车市场估计很快全面电动化，至少在中国应该也不至于。我呢是现在有汽油车，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次也不会买。第一个是钱也确实稍微有点紧张啊，第二个呢就是我汽油车开的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去整个电的呢？电动爹还是挺麻烦的啊，老板不能再降价了啊。这个是这个雷军是这么讲的啊。你来了，好。说实话，小米这个车还是可以的，我也是觉得还可以啊。北方不可能电动化，其实也没什么，因为俄罗斯还买了咱们好多电动车去的，对吧？如果他们能凑合用下去也可以啊。价格的话可以对标极氪001，便宜好几万是的。因为极氪001前面是降价、降价、降价，但是也没想到雷军说那我们就再搞一把呗，对吧？可惜我年纪大了，否则会买。哎，这个东西你只要是这个心中有火、眼中有光就可以去买啊，不用管年纪大小，因为我年纪也不小了啊，我只是没钱而已啊，有钱我就去了。20多万平替版保时捷，你还想啥？是啊，对比特斯拉应该是 Model S，对它的所有配置、所有的指标，基本上应该都是对标的 Model S 啊。但是真的是玩了一把田忌赛马，今儿做了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家人们下单享受2万现金折扣，如果真卖不好，他真干。这个小米话题确实火，今天达到600多人了，好开心。Model 3说实话，用它来比，实在侮辱小米了。但是这个小米他自己讲的 Model 3，对吧？他就没有去比 Model S。大家记得点赞，感谢啊！的确，这个车确实从外观看很漂亮，而且那种花里胡哨不实用的东西它也没加，对吧？还是原来那种抠的这种门把手，它并没有做那个弹出门把手。弹出门把手就是各种下雪啊，各种什么问题弹不出来。
自动驾驶啊，我看暂时还比不上华为。这个事儿呢，还是要开出来试，不好说。Model 3太丑了啊，廉价感爆棚，这个没法说了，这个事情有人爱啊，没觉得漂亮，可能也不是米粉的原因。那给你个保时捷，你觉得漂亮吗？对吧？你又分不出保时捷跟这个小米苏7来，难道非要卖你100万你才觉得漂亮吗？车机我感觉挺好，现在的车机做的不好，大号手机，现在都已经整合的很好了啊。小米这个模式还是不错的啊，反正这个车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特斯拉做不出中国车厂的性价比，特斯拉性价比其实已经算很好了啊。现在大家他能卖那个车还能有利润，这个还是不错了。认为保时捷漂亮，那么小米汽车就漂亮，要是因为小米车标就说不漂亮，那就是说保时捷不懂美啊，这个其实无所谓了。有些人也觉得保时捷丑啊，这没什么问题。感觉 Model 3比它帅太多了啊，这个你是 Model 3车主吗？买的话我会选择24万那款，对24万那款确实是大家会我也是觉得比较划算的一款啊。说实话，保时捷的车型会越来越多。这个保时捷有多少车型，我还真搞不太懂啊。真的是能绑上保时捷了。看未来基本上是沿着帕拉梅拉的外形走了，好吧？没有老头乐通用性强，但老头乐安全性很差啊，千万要小心。就是简单改改帕拉梅拉的外形，事实上已经事实上是金黄，什么意思？经典啊，经典是帕拉梅拉还好吧？然后我看苏3启明天才啊，这个明天上班。我买小米，我个人的话肯定是29的那款啊，这个有钱人上，买21的版本就没必要买小米了。就是当年抢米1、米2的那群人吗？那我没抢啊，搞辆 SUV，哇，560了，恭喜，好，感谢。没造过油车的造电车，迟早会出事儿，这我倒不相信，因为造电车的也都积累了这么长时间了，对吧？而且油车难道就不出事儿吗？一样出事儿。最后说那句话，加分太多，对，难得看到关注买家的厂家，大家都关注，特别是互联网厂商都是这样的啊，溜。这个想法不行，这都说什么呢？用小米手机买得起苏7吗？买得起有什么买不起的？所以老范也准备饱含深情的购买苏7嘛，我准备饱含深情的忽悠你们去买苏7啊。米1、米2为发烧而生，但愿苏7不是。这个看情况，知道为什么小米搞这个成功，为什么？这个小米这个，反正雷军，我觉得做工程师出身的一个人，各种细节还是比较会玩的啊。作为当年小米1的用户，没觉得小米汽车是我的菜，好吧？中国供应链，供应链算一方面，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供应链，特斯拉也是中国供应链。只要有钱，花点时间，在中国就可以造一辆车出来。这个没有那么容易啊，小米也是造了3年，还基本上脱了层皮才出来的。雷布斯赌注很大的，毕竟自建工厂似的。Twitter 上，我觉得它最大的坎儿是在 SUV 上，它不一定会做 SUV，看情况，它肯定也得把这个车造好了以后，对吧？如果真的一年能把这十几万辆车卖掉，它其实已经算是就算成功了。没看到华为、吉利、比亚迪都没来发布会啊，可见多不待见小米。这你看看他们的发布会，这个魏小李来不来，对吧？这个小米已经算是最有面子了，对吧？这么多车厂到现场来捧场，而且是一把手来。我反倒想到的是老范以前的一个视频，那里边讲的就是对老罗的工匠精神、情怀的偏冷静负面的看法。
老罗那个呢，其实老罗是一个只有情怀没有工程师情节的人，是吧？为什么我会对他那个，比较偏负面，对吧？但是我因为自己是个工程师，然后呢，跟雷军呢也打过一些交道啊，不多，至少写邮件写过很多吧。这个见面呢也见过几次，一个桌上吃饭，自己岁数到这儿呢，就对这种工程师情节的人啊，有一些情怀，会有一些这个感触吧。但是对于那种文科生，对吧？然后这个讲了一堆情怀以后，说我就可以造出机器来了，我就可以造出手机来了这种事情呢，这个我总觉得稍微有点忽悠啊。这就是为什么老罗的情怀我不喜欢啊，雷军的情怀我会出来说一说。七天可退，是的，小米的特长还是营销，对，小米营销还是很强的，也叫大定啊，大定就是你只要不能退了，基本上就算大定了，而且很多就是100块钱那种肯定不算嘛，5000块钱啊，这个，而且你只要锁单了就不给你退。苹果要造车，也得过来找中国，是这没什么好说的。4万辆，就是8亿还不够，是的。电车只是末日狂欢，长久不了啊，这倒不一定。才刚刚开始做人啊，不要这么负面。是的，WW3是什么？以后来后啊，确实电车都玩玩没看懂。电车在未来是无人驾驶，是的。但是 Robotaxi 完了以后，肯定就会对整个的汽车市场会造成巨大的这个冲击了。其实我们和台湾默契得很这个是一定的。理智消费挺好，不是富人何必智商税啊？这个我觉得至少小米车还不算智商税吧。晚上好，来晚了啊，不算晚，还一故事没讲呢。我要抓紧讲下一个故事了啊，这个大家评论有点太多了，这个我得抓紧看看还有什么。发布会后定的那一批不算是第一批，第一批是发布会前盲定的，好吧？一群手机博主接下来会开始疯狂测评小米汽车，笑死！这有什么可笑的？汽车博主也会测的。小爱同学是爸爸的生意好吧？他这个，他算是第一个有黄牛光顾的车商吗？没有啊，以前像那个蔚来啊，包括特斯拉什么都被黄牛逮过啊，都被黄牛折腾过。电车最大的问题是冷啊，其实电车最大的问题还是充电时间长。基本上最后一道坎儿就过去了啊，这是什么？欧印营销绝对不会买的啊，这个其实无所谓了，能防激光武器哈。这个要说一点啊，就是，呃，有很多人会发现，就是你举着手机在街上拍照的时候，如果有这个带激光雷达的车从你身边开过，有可能会把你的 CMOS 烧了。然后你再去拿着手机去拍照的时候，你那个手机的那个摄像头上就会有一条线。然后包括很多人去看演唱会，然后那个手机被前面那个激光射灯扫完了以后，也会把那个 CMOS 烧掉啊，这个是要小心一点手机博主也是汽车消费者，难道没资格评测？不用担心，汽车博主都会评测的，这个没问题的。昨晚开始炒车了啊，很多人给5000占号，好吧？弄个升降尾翼简直哗众取宠，你知道升降尾翼干啥使的吧？对吧？你只有速度达到一定以上才需要升降尾翼，对吧？你如果速度上不去，你说我开个老头乐，开个这玩意儿，你要个升降尾翼干嘛？肯定比雷军的小米发布会有吸引力。不看好雷军，这个其实雷军这个还是很厉害。你像他一个人站在上头站着说，这个蹦蹦跳跳这么多个时间，他估计应该也开了1个多小时，还是很吓人的啊。小米智驾和华为还差得远啊，成本控制和比亚迪也差得远。我觉得比亚迪成本控制是没什么好说的啊，这个是真的但是智驾这事儿呢不好说，因为其实现在没有一个完整的数据统计出来，华为到底出了多少事儿，有多少是他的责任，而且华为自己对于这个舆论管控又很严格，对吧？他就算有数据你也看不到。这个评测这玩意儿是个人就可以评测，对啊，我不是内行，我也可以说我喜欢这车，那有什么问题呢？对吧？
哇，还有这么多评论，小米定金的问题真的是尬黑啊！这个定金都是不给退的，定制的产品在下定以后怎么可能退定金？对，这个肯定有人会黑它了。半固态电池基本能解决现在锂电池的痛点，这个还要再测试啊！任何东西做出来都得测试。还有买了小米股票，给了5000大定，然后等一周等周一开始看能不能有一周行情，好吧？班格，对，这是那个大众啊，这是那个宝马的那个设计总监嘛。啊，事实上小米这个车最难受的就是日系车了，哎，日系车我觉得有没有它都会很难受的。手机支架让人觉得奇怪，现在电动车都这么大屏幕了，这个真不奇怪啊，因为我见过很多的，在那种电动车那个旁边再架个手机，这个太正常了。因为为什么？就是很多人还是喜欢自己在手机上做很多事情。29万那个车，日系车卖不出，这个因为我对日系车不了解啊，从来没有开过任何日系车，啊，也不算没开过，就是我在国外租车租过。什么时候卖到美国我也买一个，这个有机会。小米毕竟不是华为嘛，用来架摄像机的，是的，手机支架很有用的。我得看看啊，这个保时捷孔氏最大赢家，保时捷跟他就是两批用户啊，跟他没关系。买保时捷的人不会买这玩意儿。我来看看还有什么，我要快一点了。红米不能装谷歌框架，听说小米旗舰可以，这是要逼用户买小米旗舰吗？红米可以装谷歌框架，没什么不可以的，只是可能你没学会怎么玩这个东西。都可以投屏在大屏上了，是的，你应该买绿米的，是吗？呃，无脑充买创始版，理性买家提供交车服务，这个纯捧场凑热闹的可以买车模啊，对，他还卖了个车模2999，对，这个第一代卖好了啊，按照小米的这个尿性，会出其他的车型，甚至是会红米汽车，红米汽车是有可能的。这个，但是我觉得红米汽车按车的迭代速度，大概至少是2、3年以后了。下款应该是 SUV，不一定啊，不好说。我天，你们写了多少评论？码农主要用电脑工作娱乐，所以我不在手机上花钱。现在小米又贵又难用，脱粉啊！小米手机，哎，我其实原来想买来着，后来就算了。这个还是苹果吧。对，这个空气净化器、净水器都是小米的，晾衣架也是，手机、平板是苹果。对，我手机、平板、电脑都是苹果的。你实在不喜欢中国品牌，给你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小米就看上路以后质量如何？对，不，我觉得啊，这个上路以后质量如何这个事儿在中国都看不出来。为什么？大家甭管是小米是华为，都有很强的舆论把控能力啊，这个事儿是没法弄的啊。看一下米家 APP，一共34个小米设备。朋友来我家说我家才是小米之家，这个这太多了。比特斯拉那款最强那款略好一点点，宝马的。宝马我觉得电动车做的挺一般的，就是 BBA 的电动车做的都挺一般的。雷克萨斯混动不行了，我要讲下一个故事了。你们这个评论有点太多了啊，这个实在是读不过来，再读下去下一个故事讲不了了。好啊，这个喝口水。好，日本到底怎么错过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我呢从日本回来，感触颇多啊，就是日本人居然可以这样过日子，这个呢是我这次过去以后最大的感触。这个日本人的很多的生活方式，很多的这种或者叫民族性的东西吧，包括它的各种法律制度，然后使他彻底的错过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而且马上要到来的大模型时代，估计他们也会完美错过啊。这个就是我这次去日本的一个感受。
那么桎梏日本 IT 产业发展的几个问题啊，这是我们过去了以后也是跟很多在日本这边做程序员、做 IT 相关产业的人去沟通了以后，对吧？得到的一些感受啊，但是我相信可能每个人会有自己的感受，对吧？那我的感受是什么？第一个，最大的桎梏叫 IT 派遣制度，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互联网公司大量的员工是我们自己的人，对吧？是我自己招聘的，他是我的员工，然后我对他进行 KPI 考核，该上升，该下降，实在不行我把他开掉，对吧？它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当然啊，日本呢，大量它不是这样的，大量它是派遣，所以很多说你这个人是正社员啊，还是派遣员工啊？正社员就是那个大厂里边直接签协议的那个人，派遣呢就是你从其他的公司派进来，但是他可能在于派遣公司来说，他也是个正社员，对吧？但是呢，他会真正干活不是在给他自己公司干，而是给那个大手企业在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奇怪的制度呢？就是在日本的劳动法太为严苛，它对于裁员保护的很好，就是裁员很麻烦所以呢，这些大厂说我就不费这劲，我也不招了，对吧？这个我需要干什么活我就找这个派遣公司，你给我派过来。然后呢，这个有些这个派遣员工呢，他是这个个体工商户就自己注册的这种一人法人然后有些呢就在派遣公司里挂靠，差别在哪儿呢？就是你挂在派遣公司里头，如果闲下来没事呢，派遣公司就给你发薪水如果有事儿呢，这个你就要去干活这个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的这种个体工商户似的，对吧？那么有派遣呢，你去干活；没派遣，你也可以出去玩去了，对吧？但是也没有薪水，它是这样的一个差异。那么它这样的一种派遣制度呢，导致什么呢？就是它所有的需求的产生都是从上往下的就是我一个大手企业，我决定今天要做一个什么东西，我决定要去升级哪个系统或者增加哪个功能，他来决定。他决定完了以后呢，这个做各种的这个需求分析，做架构设计，做完了以后，就找派遣员工说来，你给我派20个人来，派30个人来，他这么干这个事儿，然后把这些人叫来以后就干活干完了以后验收，然后这个事儿就结束了这是日本整个的 IT 开发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方式。那么导致呢，就是叫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你也不认识他，你这次派来的人是这几个人，下次可能换几个人，但是你说，哎，我始终用这一个人行不行？也行这没有毛病。但是呢，这个你总是说，哎，我现在有一个急活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你就会有一些新人进来，对吧？他这个大家的这个了解就会差一点。像我们以前写程序，这个人是我招的，我招聘，我面试的，对吧？那我总是会心里觉得亲一点，而且我也是觉得，哎，我当时面试的，我是这么想这个问题的，然后怎么能挑一个我看着顺眼的人回来干活吧，对吧？那么我也得对这个人负责任，对吧？因为我招进来的嘛，那么这个现在都没有在派遣员工所有这些都没有，而且呢，过度依赖传统的软件工程模式，因为传统软件工程模式就是我把分工分得特别细需求分析就是需求分析，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架构设计就是架构设计底下这个写代码的就是写代码的，然后再往后什么测试、什么文档，所有东西都是需求，这个整个画的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日本整个的企业都是这么干的，然后所有派遣员工都是螺丝钉，就是你把这个地方搞定，然后其他地方都不要碰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些螺丝钉的最后的情况是什么呢？没有一点的主观能动性。哎，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应该这样，应该怎么去改一下更好一下？他不会想这问题，因为为什么？跟他没关系，也不是他该干的活对吧？你就跟那个以前印度搞这个叫做种姓制度，对吧？这个贵族在你这个地方武士在你这儿打仗了，你作为最底层的这个民众，你就不要参与。你上去参与以后，两头都会弄死你，包括日本其实早期的这个武士战斗的时候，这个底下的这些农民，你只能干你的事情他也不会来打搅你。你如果上去掺和，那两边人一起杀死你，对吧？他是搞成这样，所以他们这些派遣员工是没有主观能动性的，然后也没有自我提升的动力和需求。然后我是不是在学习学习？我再把自己的这个能力再提升一点，也没有，对吧？因为你提升了也不会涨薪水，你下次就派到另外一个公司去了。所以这个是他们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而且呢，整个这种派遣制度还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这种低效，以及这种代码质量问题。它并不是说我做了很详尽的这个软件工程管理以后，这个代码质量上升了不是这样的。很多人都觉得，哎，你们这些互联网程序员这个代码质量很烂我们这个各司其职的这个质量一定会很高我这次去听了2个故事这个至于谁讲的我没法跟大家说听了2个故事，一个故事呢，说有一个朋友说，我这个刚去日本的时候做派遣，
人家给我一模块，我就写，嘁哩喀写完了，写完了以后呢，做各种测试都测过了，交代码去了，交代码完了以后说你这不行，你这代码有问题啊，说什么问题？你看我测试都是通过的。他说我跟人谈判谈好了2万行代码，对吧？我也收了2万行代码的钱，你这代码就2000行啊，你这2000行代码这个没法整，对吧？因为日本是有专门那种数代码的这个程序还是软件，反正它专门数，把什么空行啊什么这东西能给你删掉，我就专门数代码。对吧？你这2000行代码，我没法交差啊，我也没法跟人说我收你2万行的钱，我交给你2000行代码这事儿不行啊，或者说我给你退钱这事儿肯定也不行，对吧？那怎么办？说我就写完了呀，都测试通过了，我怎么办呢？后来说你这样，你把这个代码啊复制10遍，改名字，然后呢把这个稍微写点小差异，然后搞成这样交上去2万行。最后说这不行啊，你这样干，你这么干完了以后，下次真出 bug 以后你咋改啊？对吧？你怎么定位这个 bug？原来在2000行代码里头，你定位一下就完事儿了。你现在有2万行代码，对吧？然后这个稍微的还有点小差别，你这玩意儿咋定位？咋改 bug？他说那不管啊，你就得去做2万行啊，就干。这是一个故事啊。另外一个故事是什么？就是他们谈判的时候，除了谈行数之外呢，他还会谈这个多少个人干活，对吧？分人头费。然后有些一个项目说，哎，我这个项目啊10个人行不行？啊，这个讨价还价嘛，说不10个人不行啊，你只能是5个人。那我们9个人行不行啊？那不行，6个人啊，最后算来算去7个人把这项目谈下来了。谈完了以后，真正上去干活的人可能俩人都干完了，那剩下5个人呢？你也得出啊！你这个5个人坐在这儿，然后每个人在自己上写个小文档啊，这个代码我看过了，已阅，搞成这样的，对吧？俩人干活，其实这个7个人拿的钱都差不多啊，不是说那不干活人不拿钱啊。然后他们会把公司的什么财务、行政这些人都送上去再写代码。那你说这样的代码，最后等出了 bug，然后再找说谁写的或者什么的时候，你能行吗？你根本没法弄这个事儿，对吧？所以日本到现在为止依然是啊这种劳务派遣制度。而且劳务派遣制度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大的 bug 呢？第一个是需求变化非常的不灵活，像我们做互联网行业，你真的是上午有需求，下午做出来，晚上上线，第二天早上起来看数据，看完数据以后不行就把这项目删掉了，或者这个整个的功能不要了啊，或者我再去迭代再去修改，是这样来干活了。但是日本人不是这样的，还是日本人是，你只要需求变了，哎，原来说干1、2、3啊，现在这个3啊稍微差一点，干成3.5行不行？如果是这样啊，那行，事儿甭干了啊，停下来，然后所有人坐下来开会啊，说你为什么要3.5啊？啊，然后这个前面的工作就全白费了呀，然后重新算钱啊，第一个要算钱，然后第二个要重新算工期，我要从现在你给我提新要求开始，啊，前面那个钱反正你发给我了啊，因为我人也在那干了活了，虽然干废了，但是原因不在我嘛，在你那里，那么他们要干这样的一个事情，他的这个需求变化是非常非常的不灵活的。而且大量的史山代码在不断的堆积，像刚才我讲的那个2000行代码拷贝10遍变成2万行那个，它不是史山，什么是史山呢？对吧？你不要觉得日本人这个啊这么认真的去做软件工程，他写的这个代码质量就好啊。这个日本人是真的是一本正经的在那堆积史山，那堆完了以后，很多系统其实是完全无法迭代更新的。你就刚才我们讲那2万行代码那系统，你咋更新它？你咋迭代它？哪段到底干嘛的？你搞明白搞不明白的，对吧？就算是有大量的这个文档，人其实是没法看的。我给你一个，比如5尺厚、3尺厚的一个文档啊，都给摞起来3尺厚，你咋看？从头看到尾吗？看完了以后，你能倒背如流吗？没那本事，对吧？你背不下来，那你知道哪段讲的是哪个，你也记不住，对吧？走马观花看一遍完事儿，这没法整。所以现在呢，还有这个 COBOL 的系统，就是最古老的这种系统，还在日本在跑，谁也不敢动那玩意儿。对吧？包括各种面对史山的时候，人力是完全穷尽的，你拿他没办法。所以这是日本的一个很弊端的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要注意啊，大公司是做不起互联网公司的。你说现在谷歌什么美股7姐妹不都大公司吗？世界最大的公司就是他们了。但是大家要想清楚啊，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大型互联网公司，基本上都是在互联网时代重新诞生的。啊，传统的那些 IBM 赶上这波了吗？也没赶上。微软其实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也都没赶上，但是微软比较行的是它赶上了大模型时代，对吧？它赶上了。这个其他的，你比如说啊，这个谷歌、Facebook、Twitter，这都是互联网时代创建的新公司。然后亚马逊、网飞这些啊，算是互联网时代从其他行业转型过来的公司。亚马逊原来是卖书的，对吧？这个网飞原来是租录像带的。日本这些大手企业呢太巩固了，它没法让你出新企业。
它就完全没法整。而且你指望这些大手企业说我自己转型成互联网公司，我现在看到这个大企业每次都可以站在前沿，大概就苹果了啊，每次它都占头一个，对吧？这个其他的真没有了。这是啊，另外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大企业做不了啊，然后日本大手企业压着所有人啊压在这儿了。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完美主义，这日本人其实是有点完美主义的。这互联网系统啊，是不能完美主义的啊。为什么？就是我们以前做系统的时候有两种系统，一种是银行系统啊，一种是互联网系统，银行啊、什么电信啊什么都是用的一种传统系统。他们那种系统是不允许出错的啊。我为了不让你出错怎么办呢？我会两个电源啊，两个网卡，两个 CPU，然后还可以热更换，干这样的事情，对吧？这个我们以前都卖过这玩意儿。啊，那个机器极贵，你别看它俩电源可以热插拔，那一个电源够现在买台电脑的，对吧？可贵那玩意儿了啊。然后这个互联网是什么？互联网就是我就让你出错啊，我只要怎么错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这样了啊。或者说我就算错了以后我没发现，等以后再说啊，这个都无所谓啊。互联网是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跟大家举一个案例吧，比如说这个12306订火车票那网站，最早呢实际上是神马包的啊，神马承包的。做了怎么都不行，因为神马就是天天给这个叫做什么电信公司啊，什么这个银行啊、保险公司给这帮人做系统，上来就是 IBM、Oracle 什么 EMC，就是这玩意儿全堆上去了。堆完了以后算说，哎，我们到底要应对多大的一个并发呢？啊，把这并发特别春运这种数一拿上来说，哎呀，这个得买好多机器啊，我才能把这个并发顶住了，对吧？然后买完了以后呢，他们还时运不济，时运不济在哪儿呢？落在我们猎豹移动手里头了啊！猎豹移动上了一个刷票软件，对吧？可以，你想刷票软件等于就不停的去刷它后台嘛，直接把它服务器给刷崩了啊！这事儿不行。后来交给谁了？后来交给12306啊，就交给那个阿里了。说来，你们能够顶住双11，你看看你能不能顶住这个春运吧？阿里说那行吧，我给你改造这系统，对吧？我也不用 Oracle，我也不用 IBM，我什么都不用，我买 SQL，然后挂这个云服务器，刀片服务器挂一堆，挂完了以后呢？那错了怎么办？比如说这个买票失败了怎么办？失败呗，把数据扔了，让他再买一次，对吧？不就完事儿了吗？你这次点击，然后没买成功，那再买呗。然后点击钱也付了，没买成功怎么办？人家肯定会闹事儿吗？那我们算算，这个他们闹事儿这个事儿吧，有多大比例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这个比例完了以后，最后折合到多少人？我安排多少个客服能把这事儿搞定？这不这个成本就到另外一边了吗？我总比死堆那个算力服务器这事儿强吧，对吧？阿里就搞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把12306这事儿搞定了。但是前提是什么？就是你要容忍这个错误，对吧？你如果说这种错误不容忍，这事儿你肯定是就没法整啊。所以互联网日本企业它是没法干这个事儿，我就眼里不揉沙子，必须是给我做对。你想，它这种是都是从上往下进行开发的，那你从上往下开发了以后，谁承担责任呢？谁不愿意承担责任，对吧？那么他们做出这系统就没法在互联网上跑。就日本人对于错误的这种容忍度是极低的，对吧？他不像咱们似的，错了错了呗，有什么关系？你看日本论文造假，导师会去自杀，对吧？车辆数据造假，整个车的品牌没了。我这次在日本，在那街上走，人家问我说：“你看日本，你见过30汽车没有？”哎，我说看了半天没看着啊。我说这个东西在中国还挺多的，对吧？我们到那个东南亚，到这个欧美什么都能看见30汽车，怎么日本没有30汽车呀？啊，他说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数据造假被人爆出来了，然后这个品牌直接崩了，对吧？没人买了，会出这种事情，对吧？日本人对这个错误的这种容忍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互联网系统通常都是跟错误共存。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马斯克，马斯克收购 Twitter 的时候裁了那么多人啊，把8000多人的公司裁到1500人，那怎么办？重做呗。那你重做了以后，传统的一个系统，传统的史上舞不动了啊，我就重做。那你重做，为什么日本人不敢重做？马斯克敢重做？马斯克不怕宕机啊，宕几个小时，马斯克说，哈哈，宕机了，完了，对吧？也不会说因为宕机了，完马斯克开了，因为他自己家的公司，对吧？马斯克说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宕就宕呗。但日本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包括大手企业的这些社长，他都不愿意承担这种责任。万一我的服务器宕机了咋办？啊，这事没法整的。而且日本人对于产品质量的这种荣誉感，这个有的时候会起反作用的啊。跟大家再讲一个故事，是我98年还是九几年啊去日本，当时呢我是日本 JVC 光盘库中国区的总代理，我呢去日本 JVC 八王子工厂啊，到那儿去访问，访问了以后呢，这个他们日本的这些
科长啊，或者什么一些部长啊，就出来接待我们来吃饭。吃饭的时候，他的那个部长好像是老头了，快退休了，马上要退休了，然后摸出一个相机来给我们照相。当时那个数码相机刚有数码相机啊，这个欧林帕斯特，然后那个相机呢是把这个镜头盖往旁边一拉，然后那个镜头滋伸出来了。然后当你把这个镜头盖推回去的时候，那个镜头会自己缩回去，然后让你正好可以把你镜头盖盖上，有这么个设备。然后那个老头咔打开了，给我们照了张相，然后往回推的时候啊，也不知哪卡住了，那个镜头缩不回去了。然后那个给那老头急的呀，一身的汗。然后我们在那吃东西，后来说没关系，坏了就坏了呗，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你们家的东西，也不是 JVC 的东西。他说不行，这日本东西就是好，日本东西不能坏，对吧？然后就在那折腾了，大概吃了半顿饭了，他把那玩意儿折腾好了，说你看真的好了，不是这个机器的问题，是我刚才没有使对，对吧？日本的质量就是好。然后跟我讲了半天，然后那顿饭后半截那个老头一直在讲这一件事，说你看日本的质量就是好啊，真的没有问题。但他们对这种执念其实，也是不利于整个互联网系统的搭建的啊。然后啊，在这种支付了超额成本，然后忍受了缓慢的这种迭代和变更之后，他们只能做出这种很中正平和的产品来。你像我做出点出花的、出彩的产品，做不出来啊，想都甭想。这是啊，下一个就是完美主义啊，也是桎梏日本啊，没有达到互联网啊，或者错过互联网这帮车的一个很严正的一个原因。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很逗啊，日本的很沉重的税收也是一个核心原因啊。日本的税收是非常吓人的啊，它怎么个吓人法？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我在中国，我投资了一个项目啊，这个项目原来比如说1000万人民币啊，价值估值1000万人民币啊，然后呢，我投了这个啊，有时候我觉得这项目不错啊，我也投1000万人民币，占10%。那这个事儿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它上一轮值1000万人民币，对吧？上一轮可能有人投了100万人民币，占了10%，它估值1000万，没毛病吧？然后呢，我觉得这个项目不错啊，我投了1000万人民币，占10%，这个项目值1亿人民币，变成这样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不会产生任何问题啊，在中国这个事儿做完了，然后再下一个人一看，哎，我觉得这项目也不错啊，我投1个亿，对吧？然后也占10%，啊，那么这个项目呢就值10个亿了啊。咱们过个2、3轮以后上市吧，对吧？这个项目就上市了。然后到什么时候收税呢？卖股票的时候收税啊。我现在要把这股票卖掉了啊，这个我要把钱揣自己口袋里收税。日本不是这样的，日本是估值上涨就收税。比如说啊，我看这个公司了，我给他1000万占10%，这个日本税务局一看，哎呦，你这公司估值从1000万涨到1个亿了，交税吧，你要把这个1个亿的税交了，对吧？我给他那1000万，可能连他交那个税都不够交的，都是这样的一种奇怪的制度，对吧？完全没法挣，而且各种收入征税也都非常重啊，极重的课税，所以导致什么？你没有创业公司，因为创业公司如果你估值上升就交税，对吧？你就完全没法，你别说估值上升交税了，你在日本买了股票，股票涨了你得交税。你说我股票没卖那不管啊，股票涨了你交。然后我这次去日本啊，碰到那个东京卡哥，我就问他，哎，我说那股票跌了咋办？啊，股票跌了那税退给你吗？他说不退。我说那这税务局不是这个看乐保收吗？他反正涨了就收税，跌了不管。啊，他是这样，他说你比如说我今年股票涨了啊，他上来收税来了，然后明年后年股票跌了啊，他就不来找你了。后年啊，再大后年，比如股票又涨了，但是呢，并没有涨回到他收税那个点来，他也不会找你。什么时候，哎，你这个股票涨到这个上一次收税那个点，再往上涨了，然后这税务局又来了，说你该交税了。然后你说我股票没买，那不管，只要是股票市值上升，他就收税，对吧？这个是日本的这种很奇葩的税收制度，啊，完完全全没法弄。啊，然后这是导致所有创业公司在这都涨不起来。刚才咱们也讲了，大企业做不了，新公司由它这种税收制度你也没法做。那你说他咋去做这个互联网行业嘛？根本做不了啊！这个整个时代错过。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反垄断啊！日本有非常非常变态的反垄断制度啊！怎么个反垄断法？你一个企业在某一个行业里头占50%以上，就算垄断了，然后开罚单。分拆各种禁止令就来了。如果你有俩企业啊，我们俩人在这里头占75%，啊，一个呢占比如说3%，应该是算多少啊？反正就不到一半吧，俩加一块占75%，也算垄断啊。政府就来了，说你们要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干嘛呢？说哎，我们这个不能再往前做了，再往前做垄断了怎么办？我们扶植个小弟吧，或者说怎么样，大家就不竞争了。
对吧？它阻碍了竞争这件事情，这也很烦。啊，然后呢，再往后是什么啊？就是严格的劳动法和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啊，这个也是阻碍日本走向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核心原因。加班要给钱啊，这个在中国加班是不给钱的啊，在美国其实好多加班也不怎么给钱，像 Facebook 呀，像谷歌有时候加班是不给钱，因为有时候加班干你自己的活呢，对吧？你加班不给钱啊，他们是日本是加班就要给钱，而且现在加班也很少啊，你要让他加一个班什么的，那个也是要从头审批，非常非常麻烦啊，这个一般他们很少加班。而且大量的这种什么美术馆、剧院、艺术类的东西，各种文化生活，他们天天都干这个事儿。这个晚上出来喝酒，对吧？我在银座啊，不是银座，我是去的新宿，对吧？满大街找不着酒馆，那叫费劲啊。然后各种亚文化圈子，什么什么火车模型、高达模型，什么各种动漫，对吧？各种的这个什么剧院，各种的这个地下偶像团体，大家有的是的这个东西来去消磨你的剩下的时间和剩下的所有的热情与精力都给消磨掉。啊，你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说我去钻研个技术，啊，我去加个班我去卷吧卷，没有这时间。中国人下班了以后，中国人不下班啊，中国人都是24小时的，不，这不是玩笑啊。我以前在猎豹上班的时候，要求的是，啊，每天电话24小时开机啊，如果电话响多少声以上没接是要扣钱的，甭管是半夜几点啊，都是要开机的。然后你如果电话不接，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你在坐飞机啊，电话打完了没接，然后呢，你就会收到投诉说你电话打不通，然后你就说啊，我这个当时几点到几点是在坐飞机，我机票啊，这个行程单给你看，这个可以免于罚款，否则都要罚款，对吧？我们那时候就这样，我是大概有一次是凌晨3点还是凌晨几点，然后被电话叫起来你也接完了处理问题。啊，这个是没办法的啊，这个，所以中国人是从来不下班的啊。这个美国程序员下班啊，他们是下班，但是下班了以后呢，会大量的参加这种叫 meet up，就是这种线下聚会，也算是一种 social。但是他们的很多的这种 social 呢，是这种继续学习和探讨技术，啊，他们会干好多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这个过程呢，还是这个叫什么呢？也算是他们比如说再去看新的这种创业机会啊，看新的公司都在干什么啊，这是美国程序员经常干的事情。像我到美国去也开这种 meetup，啊，开完了以后，很多人啊到我们的这个会上来去讨论，来去交流，非常有趣的事情啊，对吧？这个他们基本上6点以后啊都是 meetup，所有酒馆都塞满了。这个再往后还有什么原因啊？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互为因果的多样性啊，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到美国各个小城镇去看，其实差不多。你到澳大利亚，到这个包括欧洲可能还好一点啊，但是啊，这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什么新西兰我没去过啊，不知道。就是它各个地方其实差不太多啊。为什么差不太多呢？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星巴克什么这些东西，现在可能蜜雪冰城，对吧？都已经满大街都是了。但是日本它不是这样的，日本呢，你比如说我那次去啊新宿喝酒啊，从一条街这头走到那头，没有2家酒馆是一个牌子，都是各开各的，对吧？它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你哪怕在日本吃一顿怀石料理，每个碗长得都不一样啊，它没有标准化。这个事情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各种的企业保护政策都很严格，就是尽量不让你死掉。对吧？你说我这企业要挂了，不行了，政府说别死，我给你发补贴，你在这待着，对吧？或者说那个地价涨了啊，那个我不想搬走，行不行？政府说行，我支持你啊，不许涨房租。然后他搞成那样，所以那个企业他走不了。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我在一个商场里头，北京任何一个商场里头，3家4家星巴克很正常的呀，瑞幸2、3家也很正常的呀。那为什么能这样？因为涨房租啊，我这个有下一家这个在这儿那个开这个别的咖啡馆啊，这个星巴克说我愿意给更高的房租，那我们就把它房租涨上去，让他把那家挤走。星巴克你坐在这儿啊，你在这儿开，你可以贡献更大的利润。他日本人是不能随便涨房租的，对吧？他这样的一个奇葩的企业保护，他不光是保护员工啊，他保护企业，所以呢，每个企业都发展不大。对吧？流量呢，应用上也没有那么极限。你说我是不是要多做一些这个，连锁店，多做几个，他也无所谓，我就做自己的。就日本有好多这种，就是我一个小饭馆
一个小店，啊，我做的也很好，大家都来排队吃，大家都很喜欢，说再开一家，不，我就要开我自己这个，对吧？他有好多这样的，所以竞争胜利呢也没什么用啊。你说我竞争胜利了，我比你卖的更便宜，我卖的更多，然后我愿意承受更高的这个房租，没用。你愿意承受更高的房租，房东没法给他涨房价，啊，这个事儿也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呢，这个企业发展大的过程中呢，也很容易翻车。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日本一个车啊，汽车造假，然后整个车的品牌没了，三菱啊，那是三菱，直接没了啊，或者大家都不买了，可能多少年都缓不过来的一个情况。那么你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你越做的越大，你出现的机会就越高，对吧？它不像中国似的，比如说，哎，出事儿了，我可以花钱去买这些记者，说你们不许说，对吧？他那儿没有啊，出了事儿你得说，说了以后这个牌子就废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啊。那么咱们啊搞互联网啊也好，搞移动互联网也好，玩的是什么？找到唯一正确答案。快速复制与传播，因为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行业里头，复制的成本是零，传播的成本现在不是零了啊，因为流量变贵了，但是呢也还是很低的啊，这就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上必须追求的啊这种可复制性、零成本复制。但是日本人他不干这个事儿啊，我要保持多样性啊，所以这个事儿也是导致他们没法走向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核心原因。那我们来想想，互联网企业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啊？为什么这东西在日本出不来？第一个，通常是通过估值快速上升让资本获利的。啊，你如果没有这个特征，你互联网企业是做不起来的。啊，甭管是这个苹果，你想它股价从100亿涨到3万亿往上，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还是个收税的话，那苹果就不用涨成现在，为什么要去涨到3万亿？我涨上去还得收税，对吧？这个事儿不是扯淡吗？啊，这个事儿是没法整的啊。所以日本的整个这个税收制度就让整个的互联网企业就不可能存在啊。然后第二个呢，这个互联网企业还会干嘛？通过期权去吸引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进来，对吧？你说我发薪水给他这事儿，他没法整啊，对吧？我发不出那么多薪水来，那怎么办呢？我就做期权，做了期权以后，我只要公司是估值上升了，对吧？你就可以拿到钱。你像马斯克那么高薪水怎么来的？他就是不停的让特斯拉给他发期权嘛。啊，那你说不行，你必须发薪水啊，你这个期权必须要交税，让特斯拉的这个股票涨了你就要交税，那马斯克就不可能成世界首富了，就想都不要想。这个他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没法整的，而且激励这个聪明人加入，这个是互联网企业成功的一个核心原因，对吧？你像日本企业，你说我没法激励你加入，都是一帮外包，都是一帮派遣员工，我怎么激励？我怎么去挑选？挑不出来。而且很多的这种从中国去、从台湾去的这个外包企业啊，或者叫派遣企业的这些员工，他们不是计算机科班出身，他们是学日语的啊，他们是转码学日语以后转成计算机的。你说他们写出来代码能有多好使？这个你自己去猜就行了，对吧？当然，这个互联网企业把这个聪明人聚集在一起也没干什么好事儿啊，就是我们把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凑在一块儿，然后绞尽脑汁只研究一件事啊，研究怎么让用户多点一下广告。这个就是互联网的底层真相，就是我们也没干什么创造个汽车，造个什么别的东西，做一碗拉面都没干啊，就是怎么能让人多点一下广告。然后啊，这个激励每一个圈层的人啊，努力的学习和提高，这是互联网企业要干的事情。然后呢，通过竞争快速淘汰那些不思进取的，甭管是并购也好，还是让他死掉也好，啊，死掉了以后，你等于这个人就释放掉了，对吧？这个是互联网真正的啊，通过这个不断的估值上升，不断的去吸纳融资，不断的去这个通过期权再去找人啊，搞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互联网企业，咱们现在看到的什么美股七姐妹啊，什么这玩意儿是怎么来的？那个东西叫一将功成万骨枯，你要让大量的企业死掉，你不让企业死，它是不可能出现这几个大的了，对吧？因为我们是看着过互联网怎么爆发，一次泡沫一次泡沫怎么破灭，怎么有大量的企业死掉，对吧？在美国互联网泡沫就是真正 .com 那一次泡沫破灭的时候，在那个破灭之前，我忘了是哪一年，应该是08年还是零几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在破裂之前那一年，上市纳斯达克的公司可能是几百家，然后等这个整个泡沫破灭了以后，退完市以后，最后市场大概就剩了几十家公司，可能90%的公司全死了，但是上市以后的公司都死掉，对吧？这个才是互联网最后你能长出像美股七姐妹这种东西来，这种妖怪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互联网大厂，
都是大浪淘沙出来的幸存者偏差，对吧？其他都死了。他们做的呢，可能有些是比其他那些死掉的公司好，但有的时候也是运气，对吧？你就是运气不好你就挂了，运气好你可能接着玩下去了，对吧？要活得比别人长啊，这个是一个不断的犯错误，然后不断的试错，而且要高效的、高频的试错的一个环境，才是做互联网公司。我上午想个主意，下午做，晚上上线看数据，然后迭代一个周期，明天再干一遍，对吧？这是互联网干的活。然后不断的通过数据挖掘新的用户需求，然后在以极低的转化率里头，然后寻找最后一点点的利润空间啊。互联网广告，我们说点击率、购买率是多少？基本上点击率可能是比如几，对吧？或者说10%几，然后这个点击进去以后，最后形成购买的一个数是非常低的。这两个数乘完一块就是最终转换率，就是我从看到这个广告到最后把这个广告买走了。啊，可能也就是千分之几或者是几千分之几，是这样的一个数，非常非常低的转化率。但是我们就是挣这个钱的，对吧？这个可能对于日本人来说也是比较难以想象的，为什么不一次把它做好呢？这个做不好。那么聚集流量，消灭竞争对手，形成垄断和定价权，这个才是通过流量分配赚取超额利润的不二法门。你像日本那种，你们超过50%的占有率，就算你垄断了，我就直接给你拆分了，对吧？他没法干这个活。你说 Facebook 算不算垄断？肯定算啊。有谁的社交网络比它更强啊？没有了，对吧？它占了可能全世界的50%都够了，对吧？它的所有用户加一块儿，啊，那么谷歌占搜索的、占广告，谷歌最高峰的时候，占全所有广告的这个就是互联网广告，它能占到80%-90%，对吧？那你说它算不算垄断？对吧？你要在日本的话，早给你分拆了啊。那么这个事儿它也没法整啊。这个是啊，也是互联网企业必须去追求的，因为你一旦是没法形成垄断，那要干嘛？就打价格战嘛，大家你选我，我选你嘛，对吧？他会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日本它也不允许啊，这是互联网啊要去做的这个什么啊，要去做的事情。然后互联网公司正常干活就干3件事啊，哪3件事呢？第一个叫信息传递，我把这个信息从这儿传到那儿去，啊，这个高效低成本啊，基本上是免费。现在互联网没有谁说我传个信息给你找你收钱啊，没有这事儿。第二个呢，要创造新世界啊，互联网是会创造新世界的。比如说你们现在在 YouTube 上看我的直播，实际上就已经是在创造新世界了啊。原来没有互联网、没有 YouTube 的时候，我也不会上来录，对吧？我也不会上来直播，你也看不着我，对吧？这是新创造出来的价值。包括网文啊、自媒体啊、游戏啊，特别有趣的是社区。你像 Facebook 这种东西，Facebook 里的所有内容都是用户自己创建的，啊，那个系统底层平台是他写的。但是上头你说我发了个照片，发了个什么评论，发了个这个帖子，都是咱们自己写的，啊，我们自己在为自己点赞，自己在为自己这个叫好，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等于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在没有互联网之前是不存在的。那这个里头呢，也会产生一些利润啊，这个待会儿我们再讲。然后第三个事儿是什么？叫流量分配啊，你这个人到底应该看到张三的广告，还是应该看到李四的广告？干这个事儿，只有通过垄断流量，才可以有这个流量分配权啊。你如果不垄断，这没法分配。然后呢，流量分配了以后，要干下一个事儿，什么叫绑架用户？我要把用户捆在这儿。比如说，现在这个苹果在被反垄断调查，核心的是什么？他们让安卓手机没法用 iMessage 啊，让安卓用户的这个手机没法用 iWatch 啊，他干了这样的一些事情，说你这就是绑架用户，对吧？这个互联网里头绑架用户的事儿干多去了啊，只有这样才能赚取超额利润啊，这个刺激资本和聪明人不断的加入，它是像滚雪球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刚才我们讲互联网干3件事：信息传递、创造新世界、流量分配这3个事儿里头呢，第一件事基本上是免费的。第二件事呢，就开始挣钱了啊！甭管我们今天你看了我的节目了，啊，给我打赏了，或者说给我这个什么了，啊，给我这个订阅了，啊，或者哪怕你既不打赏也不订阅，你看了广告了，对吧？这个我都能有收入啊，YouTube 也能有收入，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啊。但是这个收入呢，并没有那么多啊，这个是有一定的收入。整个互联网核心圈里头，贡献最大收入的是什么？就是广告，就是流量分配。我让你看到张三的广告，还是看到李四的广告，对吧？这个是最后一件事，是最挣钱的。
那么在这个里头就会产生什么？就是美股七姐妹啊，这个微软、苹果、这个英伟达、谷歌，然后这个特斯拉，这个叫什么亚马逊，对吧？刚才把亚马逊落了，美塔，对吧？就会产生这样的妖怪出来，就别人都是几百亿，然后他上万亿啊，或者好几万亿啊，就会产生这样出来，而且也造成什么呢？互联网程序员普遍要有其他人的工资要高一些啊，这个都是通过垄断算出来的。然后你说这个钱挣的合理不合理啊？这个也没什么可不合理的，就是你不刺激他，你不给他这个机会，他就不会好好去发展互联网。你说我不允许你挣这么多钱啊，我不允许你这个在大家都是几百亿美金的这个市值的时候，你长出一个3万亿市值的公司来啊，我这个要拆分你，我要去给你做一些这样的事情，那美国也不会有互联网企业，对吧？所以互联网它就是这样的一种畸形产生的一种怪物啊，一种小妖怪。那移动互联网时代又来了啊，日本人又错过了。那错过的原因是什么？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这几件事之外，其实这些事情到现在为止依然在困扰他们，对吧？那么除了这些事情之外，还有什么？就是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呢，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移动互联网就是手机互联网啊。我在手机上用浏览器访问原来的网页，其实也算移动互联网。那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几个特点，第一个是 APP，大量的 APP 存在啊，甭管是谷歌还是安卓，都是 APP。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流量分配更集中了，原来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可以分配流量，对吧？大家都去赚，但是到移动互联网了，这个互联网竞争已经结束了，现在就剩了苹果、谷歌和美塔三家，啊，他们三家来去分配流量，去买他们的广告就有了。而且呢，在这个啊互联网时代跟移动互联网时代里头，你说我都用浏览器看了网页了，到底差在什么地方？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不是因为有了手机才有移动互联网啊，移动互联网跟互联网最大的差距是用户数量、用户时长、用户层次在这块发生巨大变化了啊！为什么这么讲？像互联网时代，大家是要用电脑才能上网，电脑的数量是比较稀少的啊，虽然可能在国外普及率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是还是很少。而且有很多人拿着电脑是在工作的，对吧？有很多人拿着电脑是要去处理一些专业的事情的，这是互联网时代啊，整个上网的人都很少，而且你上网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对吧？我就算一天8小时都泡在网上，你也就上了8小时，对吧？而且大部分人其实还不是这样，像我们以前上网的时候，那个都是什么收发邮件的时候，滋啦滋啦响一下，然后把这个邮件发出去收回来，对吧？然后就把它断掉了。或者，哎，我今天要上1个小时网，把这东西滋啦滋啦播上去，然后翻1个小时网页，赶快下来，因为它按时间计费的那玩意儿很贵的，对吧？现在我们看看手机时代了，全球啊几十亿只手机，要比当时互联网时代的这个数量要大几何级数上升。第二个时长，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你的手机是24小时在线的，但你说我人没法24小时盯着它嘛？那你一个人盯个8个小时、10个小时没什么问题吧？你要再刷个剧、刷个抖音什么的，你一天盯它个15个小时可能都有吧，对吧？这个上去了。那么随着这两个数据的急剧上升之外，会发生另外一个变化是什么？叫用户素质极限下降，对吧？因为你想，原来做互联网的时候，我们在干的是什么？我们在上网查资料，哎，我们在做一些研究，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啊，或者说我们去写一些内容，或者做一些商务，对吧？我们在干一些有用的事情。而现在呢，移动互联网，甭管是什么人，你都举个手机啊，都在这刷抖音，都在这刷微博、刷 Twitter，它用户素质下降了。这个事儿大家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啊，这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跟互联网时代的最核心的差异。那么有了这些差异以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流量模型就开始变化了啊，就跟原来不一样了。第一个，最开始是功能获取流量啊，就是我做一新功能，大家就来啊，这是其实我们在原来猎豹就干这事儿，我给你做一清理啊，清理垃圾你就来了。现在呢，开始到内容获取流量，像抖音啊什么 TikTok 都是内容获取流量，大家进去是为了看东西，不是因为你东西做的有多好，对吧？你有独特的内容，然后呢再去做流量变现，这是移动互联网该干的活儿。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日本人又完美错过了，对吧？我们记得以前猎豹移动的时候做 CleanMaster，全世界只有2个版本啊，一个是世界版，一个叫日本版，因为他们对审美对什么东西有特殊的要求，你只能给他做啊，你没办法，你做完了以后，那个版本也只能在日本流传，其他地方没人用这玩意儿，
对吧？包括中国、美国什么都用统一版本，只有日本用一个单独的版本。然后呢，日本的本来它应该产生很多内容，你看动漫啊什么这些东西，对吧？各种的歌舞剧、各种的艺术，它既然有这么多东西，我为什么不能在移动互联网里传播呢？这个有很多人就会有很奇葩，对吧？不应该啊，大家都很喜欢。这个里头呢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是这个移动互联网对于敏捷性的要求会更高啊，试错的成本也会上升。错了，因为你像以前网页改错一东西，其实你再把它改回来，那个成本是很低的啊。但是移动互联网，你要改错了东西，你要到苹果平台上去发布，然后你要再重新下载、重新更新，那个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移动互联网的程序也稍微费一点劲，对吧？这个事儿但是呢，它需要做更多的试错而且要对错误有更大的容忍度那么移动互联网的这个以前互联网是按天上班的就是我今天做一功能，明天做一功能。移动互联网好多数据反馈是按小时算的，要比它快得多颗粒度也更细，而且一切都是转化率不要精益求精，尝试满足所有人这个日本这种完美主义有时候也会在那儿跌跟头。那说日本的这种文化产品跟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文化产品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呢？日本的文化产品一般入门的门槛会稍微高一些你说我这东西我要去玩一个这个火车玩一个什么高达，玩一个什么这样的东西，它不是一般人能玩得明白的你还得先去看书、看这个动画片、看什么这些东西，你才能玩明白。而且呢，弄完了以后还比较小众不是说上来所有人都喜欢。因为刚才我们讲嘛，它有这种巨大的多样性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对吧？它要小众，然后粘度也很高非常忠诚，叫宅嘛，御宅族。御宅族并不是说我就宅在家里不动你是对某一些圈层文化特别了解，这帮人才叫御宅族呢。然后呢，它这个东西会产生另外一个特别讨厌的事情是什么呢？今儿你做了一个什么新的这个网红出来，或者新的一个文化产品出来，它会聚集一个小圈子，然后呢，快速的进行迭代，就升级去了。用户量还没涨起来，它就升级去了。然后升级了以后呢，这个圈层就会拔高拔高了以后就形成鄙视链，什么意思呢？我对这事更熟我对底层更了解，你不了解，我鄙视你，对吧？他会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日本你看很多那种很精细的这种，甭管吃的、用的、玩的这些东西非常多。为什么？鄙视链在哪儿如果上来有一个，比如说这个我玩火车模型这火车模型上有一个小轮子，搞不清说是什么，被人鄙视了你这都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年谁谁谁发明了这么个小轮子，然后加上去以后解决了一个当时困扰大家很多年的问题，他们天天研究这玩意儿，然后觉得很嗨，对吧？那么这样的这个圈子是扩不大的这很难很难扩大，所以他们只能在这个小圈层里头把这个圈子越卷越高，这是日本人的文化产品的玩法。而移动互联网的文化产品是什么呢？它正好反过来，它入门门槛很低，对吧？这个大众大家都喜欢，粘度低，你今天喜欢，明天不喜欢没关系这个再给你个新的，然后不停的换，因为不停地换的过程，我才可以让这个流量始终在平台手里，不要到你们这个小圈层手里去。然后呢，不断的拉新，更多的是照顾底层用户的感受。我们讲叫得屌丝者得天下，我们是不管你那些升级升上去的人，你们喜欢什么呢？你喜欢什么你自己玩去，跟我没关系，我就会为最底下这帮人去服务就好了他就有足够的用户量，就有足够多的这个流量让我去分配，我就可以挣广告费了我就可以这个直播带货了，就干这样的事情。这个移动互联网的产品里头，或者这种文化产品里最典型的案例知道什么？就是抖音口水歌，一个歌就3句话，你记住了，这歌谁唱的，叫什么名字，这个作曲作词作曲是谁，什么样的情况下做的，你都不知道，也流传不起来，你就记住这3句，最热这3句你记住了，对吧？这就是抖音的这种口水歌，它就是非常非常符合入门门槛低、大众粘度低，然后不断拉新，只服得屌丝得天下，非常符合吧？它跟日本的整个文化产品的传播方向完全是反的，对吧？但是这就是移动互联网这就是移动互联网。所以呢，在整个的移动互联网阶段，需要极限的反应速度，这个本身就不是日本人擅长的再跟大家举一个故事，就是日本的很多漫画社拉黑了中国游戏公司，什么意思呢？我们也知道日本人画的漫画好看，对吧？有感觉，有这个什么东西，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请人画，我们要做一游戏找日本的这个漫画社，你给我画一套这个人物吧，给我画一个什么故事吧，日本人也挺开心的，因为我们给的钱多嘛。中国这么大的用户量，对吧？我们去画个东西，找日本人去给我画去了。画完了以后呢，日本人说我需要做1年的时间这1年干嘛呢？我要去思考
要去给它做这个形象设计，要去做整个的风格的确定，要干这件事儿。那是那这个做吧，中国人说那你怎么办？做吧。做完了以后呢，拍了2集出来，啊，或者说做了一些这个底层的这个数据出来以后再一看，然后因为我们肯定上线测试了嘛，AB 测试什么上完了以后说不行你改，然后这时候日本人就疯了，说凭什么让我改？你改行，重新谈，重新给我钱，然后我再要做1年的时间这个底层设计，然后我再给你交东西出来。但中国人说不行，我要求你今天改，明天给我上线，上完线以后我要去测试这个东西。所以最后日本漫画社就把中国的游戏公司都拉黑了，说我不给你们玩了啊，你们这个太不尊重艺术了啊。但是移动互联网就是需要比互联网更加极限的反应速度，这没办法，对吧？所以这是2种完全相反的数学模型。啊，日本的内容如果可以适应日本市场，就会越来越难走出去。因为为什么？它会不断的往高层圈层去卷，然后卷完了以后，里头会有更多的故事、更多的文化、更多的梗会卷在里面去。那你这个东西交给外国人看，根本看不懂你到底在干嘛，这帮人，对吧？这个事儿就会无限的被拔高。那么作为一个新人来说，我永远在鄙视链底层，对吧？那我们就不用找虐了，我们去听口水歌算了，对吧？何必去欣赏什么日本那种戏剧艺术，咱也看不明白啊，人家里头各种梗，咱也看不懂，咱就去听口水歌吧。所以移动互联网啊，投入更大，变化更快，更加全球化，更加面向低端用户，这是它的特点啊。这个日本人又错过了，完美错过。为什么？我刚才也讲了。那么大模型时代依然如此。日本人的这种完美主义啊，对于这种一本正经胡说八道这件事儿，他其实是比较难以接受的，对吧？我这次去日本，他们也很多人说我使了大模型了，但是呢，总觉得这个大模型输出的日语不是那么地道，对吧？可能因为日语本身语法也比较复杂，啊，说这个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它这个用词或者用的语序用错了，啊，他们就觉得很难以接受啊，而且这个经常给你说一些编造的事情。啊，这个事儿都很难以接受啊，日本人是无法接受这件事情的。然后呢，无法快速聚集孵化新兴的这个创业企业，他也没法弄，是吧？这个事儿依然如此。这个大模型训练所需要的这个成本，日本人倒是付得起啊，就日本人是有钱的，说我愿意掏钱买显卡，我们去训练大模型没毛病。但是呢，没有地方能够告诉你说，哎，你训练完大模型以后如何使用，如何产生足够多的利润。那么对于大手企业来说，他就不会来花这笔钱。说我为什么花这个钱干这个事儿？我现在查了一下，日本大概也就是，大学做了一些大模型，然后可能也有一些大企业，他比如说，Line 啊，Line 在日本 LineWorks 就是 Line 的这种办公套件，它也做了一个模型。但这些模型都是拿什么做的？都是拿 Llama 2做的啊，70B 的，都是这种玩意儿。那这个东西就是都比较原始、比较初级嘛，就没法使。所以他们我估计也是说，是不是等等美国人什么时候把这个日语做好了，我们就凑合使了就完了，对吧？他们自己估计已经躺平了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日本现在很多大模型市场是美国企业跟中国企业在那里厮杀，对吧？说看看能不能有人来用，指望日本人自己做出这个大模型来已经甭想了。啊，这个大模型的人才的薪资，以日本的 IT 产业结构来说，完全无法承担啊！你在国内，你整一个做大模型的人，对吧？你说我自己能够把这东西搞明白，然后能把它训练好，然后还能够调啊，调完了以后可以继续使用的这样人，你一年不得给他个几百万人民币，对吧？这种人薪资在日本根本就不用想啊，想都没想，不可能的事儿啊，他拿不出来，所以他也没法去做这件事儿。那有没有这个解决的方法呢？就刚才我们讲了，日本这个错过了互联网，错过了移动互联网，大模型可能也没赶上，怎么解决这问题？这个让我想一想啊，然后去录一条付费节目吧。今天实在是讲的有点多了啊，这个后边还有很多大量的这个评论还没念呢啊，这个我再看看大家还说了什么，这个实在是不能再往下讲了。这个有保时捷车主，小米汽车挺丑的，保时捷也一般，好吧？这个很有钱人，咱们做个朋友吧。你都是保时捷车主了，不愿意买个会员吗？开个玩笑啊。等看会不会出红米汽车，如果小米汽车站住脚会出的。10年后，雷军会把苏七的购车款返券给第一代车主吗？人家现在没说啊，人家就老老实实在卖车。小米汽车强在智能家居、手机、平板电脑、车都
能互通，是这样的。老头乐都满大街了，FF91可不能算老头乐，那东西好贵的。而且 FF91好像你是说的那个贾跃亭那个车吗？总共没造几辆吧？他们贾跃亭就是没做出来嘛，但是这个雷军做出来了。雷老板人缘确实不错，对，雷老板人缘还是很好的。我个人感觉小米周边是做的最好的，对，小米的好多小东西非常棒啊，就是而且每过一段时间，它都会干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我们家买了大量的小米电池，就是那个5号电池还是7号电池，就是一板彩色的10节9.9块啊，我买了好多那玩意儿。这个小米给米一用户退钱了啊，苏七10年以后是不是也能退一下？这个不好说，等着看吧。至少卖米一的时候，他没有承诺过退钱。真正的米粉都在等红米汽车，不，真正的米粉现在已经把那5000台车抢光了。今天在厦门有一辆灰色的苏七，后桥空气悬挂趴了，后面盖着布拖走了。这个反正新车上市总会都会遇到这些问题，所以雷军也是上来给大家鞠了个躬，说那个你们可以说啊，但是留点口德。你这车在路上跑出问题是正常的，任何产品都不可能有100%的良品率，是的，我是承认的。这个 Linux 无版图什么？不知道10年后啊，这个还在讲这一个问题。升降尾翼只有最贵那款有，高性能版。这个好像那个 Pro 版本是可以花钱加的啊，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你如果开不到200公里或者是这个100公里以上就没什么必要，在室内开其实那玩意儿没什么用。顶配还有点意思啊，其余标配性价比太低啊，ET5 27万还4驱，可换电。换电我真的觉得没什么意思啊。带激光雷达 Orin 芯片，让子弹飞一会儿，看小米车怎么样啊？它这个车是25万的那个车呢是两驱啊后驱，但是呢也是带激光雷达。换电这件事儿呢，真的我觉得没意思。老贾可惜了，当年乐视比小米牛多了，哎，这个没法说。小米当年做电视的时候是标着乐视去做的，然后最后把乐视干翻了。vivo 旗下的什么 eco 都能装，谷歌这个框架，红米问题不大，红米应该能装，没问题的。我没猜，我无所谓多少钱，因为根本不会买啊，这个倒无所谓，我觉得会不会买都可以去猜一下嘛。红米汽车10万不能再多了，这个要看啊，等它造好了以后，造熟练了可能会出。德系厂商在电动车领域完全落后了。其实我觉得大众那几个车还可以吧，我具体我没看过啊。喝水承上启下，是的。听起来日本的派遣制度兴起的动机，这玩意儿还真跟国内国企、央企使用劳务派遣公司异曲同工啊！是的，支持小米，支持民企啊！我觉得不需要支持小米，你喜欢这车你就去买啊！你要不喜欢这车，你也不用强迫自己。只有士兵才最清楚战场发生什么，从上往下决策无法应对互联网变化速度，而且一出错就全错，是这样的。而且他们出了错以后必须停下来全改，对吧？这个没法弄。嗯都是不好随便开人闹的。是，刚来没赶上第一段讲小米嘛？是的，回头看重播吧。这个礼拜一应该会放这个7段啊。中国的元宇宙大会出现好几次日本元宇宙会长一个女的，看意思就是搬运中国程序员到日本去做廉价劳动力。哎，这个没办法，你说我到日本，你创业你没法创这事儿，对吧？你也只能去做这个廉价劳动力。复制粘贴代码莫名让我想起了被论文查重支配的恐惧。这个你还有代码混淆器嘛？你可以让它查不到重。
雷斯克布斯太会营销了，这个创始人版5000辆，8000块一个签名，这就4000万落袋了啊！这个费德勒要竖大拇指，哎，这个我觉得有人喜欢就行了吧，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互联网产品迭代就是要快，唯快不破，日本太慢了，而且中国程序员肯加班，薪水也高，这种模式在新能源车上也是的，新能源车这块也是这样的。和日本老龄化相关，年轻人能去做音乐、游戏、YouTube 娱乐去，干嘛还做这苦差事，也算一个原因吧。微软也因为没赶上移动互联网时代，才有机会赶上 AI。这个我觉得不能这么讲啊，这个没赶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多去了，为什么微软赶上了，别人没赶上，对吧？你不能说因为他没赶上移动互联网时代，下一个就该你了，那叫排排坐吃果果，这个不对。单位不让用英特尔、AMD 电脑了，怎么这么厉害？那不让用就不让用呗，那能怎么办呢？他愿意再折腾一次啊。30帕杰罗当初也是越野车的强者之一啊，这个抗造有劲，是这样的。及格线是能跑啊，良好是没报啊，这个叫什么？优秀是不加班 debug。单位不让用英特尔，单位让你办公的，不是让你摸鱼打游戏的，是的。传统的搞航天的，也都是完美主义倾向，是。但是你像马斯克，其实也是各种容忍失败的。你怎么这么厉害？那是什么呀？有些单位就是摸鱼打游戏，但打游戏可以让他打一些简单的吧，我觉得也不是不行。猎豹杰罗团级干部用车，相当于60年代的北京吉普212。对，那个也是有，那东西长得跟什么似的，长得跟30一模一样。对，持有股票不卖结算就不用交税啊？没有啊，因为这个我是在日本，因为我自己在日本没有买过股票啊，这个我不是误导大家，是确确实实有在日本买卖股票的人跟我去讲的。这个至于我觉得他也是，可能主要收入都来自于股票买卖啊，我觉得他可能讲的还是对的。低人权优势，这个不是低人权优势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边那帮人永远穷啊，咱们是这样的一个优势。日本是服务业没有工业化，公司没有正常淘汰机制，是的，公司没有正常淘汰机制。所以以前我记得谁罗振宇讲的，这个你要想让这个经济活跃起来，一定要让想活的活，该死的死。如果你让该死的不死，那想活的也活不好，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互联网是敞开大门，来去自由，没人逼你进去卷，而且大厂面试要求很高，一般是想低人权都没机会。而且你想，他确实让你不停加班，但是怎么说呢？你给的钱也多。NTT 版的 ChatGPT 有人用过吗？没用过。小鹏股票今天腰斩了，好吧。腾讯差点就卖掉了，微信当年也差点熬不下去，淘宝、支付宝当年也不是主要业务，关键因素是运气，它有运气的一方面。然后呢，也有就是说，当转过来的时候，它能转得过来。你要到日本，这可能未必转得过来这个弯子。互联网泡沫是2001年，对，好像是差不多那个时候。老范觉得买 N 卡最多的是微软和美塔，他们主要用途是什么？都是 AI，当然是 AI 了，没有 AI 谁买这玩意儿，对吧？美塔自己要拿回去训练它的那个 Llama 3，然后现在号称是这个 Sola 大模型搭起来，光买这个 H100大概需要200多亿美金，就是 OpenAI 自己手里钱根本不够，对吧？所以没法整。能不能把七姐妹改成日语哈记六啊？这是什么意思？七五海七仙女啊，这个其实还好，日本市场太小，外加上排斥新技术，所以完蛋了。我觉得日本市场也不算小，它1亿多人口呢，对吧？它本身的这个消费能力还很强。互联网这东西是吃语种的，中文是母语人口
基数最大的语种，英文是经济价值最高的，母语人口基数第3啊。问题是母语人口基数第2的西班牙市场在哪里？其实西班牙市场我们好好为它服务啊，很多中国人做西班牙语软件、西班牙语游戏都在做。日本内部各个企业不卷，哎，这个反正他们的政府就这样啊，等中国卷起来，卷起来才能充分竞争啊。中国已经卷透了，卷起来才能快速推动科学进步，这是真的。日本巅峰卷是80、90年代，自那以后经济人口都在停滞。反正我最早是90几年去过，但是觉得也还好，下班了以后也没有那么多人加班。总体还是要看生育率，卷到断子绝孙也未必能好啊。这事儿没法讲啊，咱们现在生育率也是莫提那伤心事。日本文化在亚洲文化是有逼格的，他们一直以国产为荣，中国直到近10年才有底气宣传国货。是的，但是呢，我们宣传了半天都是在宣传啊，这个你因为是国货一定要买，至于坏了以后不许说啊，咱们在宣传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比较二的。小米汽车24小时大定88898辆，哎呦不错。只有中国人、韩国人卷，美国人不卷，时引领着，一直是引领着。卷的本质是，能做追赶者啊，卷的只能做追赶者啊，这样的一句话。这个不一定，美国其实也挺卷的。美国在所有欧美国家里算卷的啊，你跟我们这些中韩比是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它跟欧美比，它都算最卷的。你跟加拿大比，美国一定算卷的。不卷的美国人一直是领导者，卷的不管多厉害，都只能是追随者啊，这真不是。刚刚吃完烧烤，老范直播就结束了，是快要结束了啊。日本社会的优势是低住底线啊，守住底线，缺点是限制了上限。说的很有道理啊，这就是日本社会的一个，就是它底线很高，但是上限呢也很低，就这样的。原来是1.2亿的人口，1亿在中游啊，那你咋弄？贾跃亭的车交付了11辆，挺好的。啊，今天虽然讨论车，还是想说说欧拉玛花钱请律师定制了一个合同，啊，结果用 E 大模型找出一堆问题，E 给出的建议，不管是措辞还是合理性，都是很专业的。你这个话应该下次到 Open 墙的那个下边去讲去啊，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 YouTube 账号叫 Open 墙，他是那个 E 大模型的那个推广负责人，对。我用 E 也是被他忽悠的，但是确实挺好使的。紫米电池啊，是紫米电池，是我这还有。日本能有这么多中国台湾文科生写代码，还不是自己教育烂，自己也没有理科生储备，也不是。日本呢，其实教育了一些理科生，但是他们这些人呢，都太自由奔放了，说我要去追求一些别的东西，这个反而没法整。大众车还真不行啊，这个我没玩过啊。朗逸小毛病不断，好吧。老贾风格浮夸，和币圈孙雨晨这个是同一类人啊，好吧 ？SBF 为梦想窒息的老梗，最近日企摆烂玩的越来越溜了，好吧？这个看不懂。税重确实和老龄化相辅相成啊，就这样，为了维持福利，政府还在扩大赤字，但不维持高福利，人口下降更快。我觉得人口这个问题，你靠生肯定是生不出来的，对吧？还是要靠移民。感觉日本的年轻人没钱，不敢去尝鲜，中年人没有动力尝鲜。哎，这个也是真的。我这次去，他们也跟我讲说，日本的老年人有钱，啊，年轻人没钱。其实现在中国也是这样的啊，老年人有钱。用了一下 Kimi，感觉还行啊，但是总是有点翻译腔，什么情况？我 Kimi 也在用啊，这个感觉也还可以。我现在搜集资料就是 Kimi 和这个叫做什么Copilot 一起工作，然后写东西啊，或者是画画，好多就是要 GPT4了。
Kimi 试了一下，感觉不如通义千问啊。通义千问有时候也还行吧，我反正两个也都用过。以前跟一位台湾朋友聊天，他待过台湾的苹果和索尼，苹果是下班了懒着不走啊，这个 HR 会问是不是有事儿，索尼是下班了不敢走，陪上司喝酒到11点，好吧，这个但这个喝酒这事儿肯定不算上班了吧？美国是自我实现畸形券，中国是无情互相玩命券。这个其实是这样啊，中国是为了老板的保时捷努力拼命，然后美国是为了自己的保时捷努力拼命啊。它是这样，小米汽车销量超过10万了，有点夸张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看上牌量和上显量啊，这个预定量那个数是不能看的。日本年轻人的梦想大多是，都是跟体育有关啊，这好吧。停车场也不能那么窄啊，这个不好说啊。这个雷军对市场比较敏感，属于讨好市场型啊，我觉得应该会成功。我觉得还是预祝他成功吧。新的 DBRX 开源大模型，老范觉得怎么样？我没试上，因为我现在在本机也能跑欧拉玛，对吧？然后如果它有欧拉玛的这个对应的版本，我会去抓下来试一试。但是我估计我电脑未必跑得起来，因为前面那个 Matrix 的那个8乘7B，我的电脑跑起来就非常费劲。小米大定超10万了，小米精准切了驾驶者之车这个细分市场是这样，所以他切的就是那种心中有火、眼中有光的人嘛，对吧？是给自己的一个奖励。老范觉得比特币上半年能破10万吗？不知道啊，这个能破我也很开心。新车出来了，小米股价超过发行价没有？好像股价没怎么动啊。好啊，这个因为今天评论有点太多了，中间有一些可能就没读过来。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因为10点半了，10点36了，不能再跟大家去闲聊了，我也要稍微休息一下了。好，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今天就在这里，再见，大家周末愉快。范总打算买一辆吗？你打算给我做个订阅不？对吧？所有问我是不是要买车的人，我就问你是不是给我订我的会员。再见。